日本将在2025年迎来毁灭级的大地震和海啸，可能是日本的末日。这听起来像电影情节，但许多自称先知的人都指向了同一年份、同一地点，让人不得不好奇，2025年真的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吗？日本人对此又有什么反应呢？首先，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预言源头，在异口同声地警告2025年的日本大灾难。令人惊讶的是，来自不同背景的预言家和神秘人物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2025，好像这一年注定不平凡。提到预言2025日本大地震，就不能不介绍一位传奇的日本漫画家龙树亮。别看他是画漫画的，他可是被粉丝称为预知梦漫画家，因为他的作品曾神准预言了多起大事件。早在1999年7月，龙树亮出版了一本非连载漫画，名字就叫《我所看见的未来》。这本漫画收录了他15个离奇的预知梦，其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漫画封面上竟然写着大灾害2011年3月。没错，2011年3月发生的正是东日本大震灾311大地震。在事发12年前，他就透过梦境画出了这个日期，堪称神预测。因此事后这本漫画在日本引起轰动。更早之前，他还曾在1995年1月2日梦见一场大地震，结果仅仅15天后，现实中就发生了阪神大地震。种种巧合让人不得不佩服他梦境的命中率。如今年已经70岁的龙树亮再度成为焦点，因为他当年的漫画和后续记录的梦境中直接点出了2025年7月会有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这预知梦的场景简直像世界末日电影般壮观而恐怖。我们来还原一下他描述的梦中情景。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他注意到梦中人们都穿着短袖，所以判断是夏天，大约在7月5日的清晨或黄昏。他在不同时期2次梦到类似场景，根据梦中的手表时间，他母亲下班的时间以及后来出现的葬礼日期等线索，推测可能是在7月5日的4点18分或5点左右。梦中突然天崩地裂，大地震发生在日本、台湾与菲律宾所形成的三角形海域的中心位置。随着剧烈的海底爆炸轰然响起，海面开始疯狂翻涌。他抬头望去，只见东方太平洋方向出现了2条宛如巨龙般的云雾，呼啸着朝地震震央飞去。接着一幕更离奇的景象出现了，地震引发的能量竟然让海面隆起出一块新的大陆。这块新生的陆地巨大无比，仿佛一座桥梁，要把台湾、菲律宾和香港连接在一起。然而新大陆的诞生只是梦魇的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地质变动。海底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滚烫的岩浆从裂缝中涌出，把海水煮得沸腾。下一秒，海水向四面八方崩裂开去，形成了高达100米的巨型海啸。巨浪以摧枯拉朽之势扑向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日本首当其冲，沿海地区瞬间被吞没。巨浪过后，日本有1/3的国土沉入海中，消失不见。周围的台湾、菲律宾、香港等地也遭受重创，整个亚洲太平洋区域都陷入一片水与火交织的末日景象。梦中的龙树亮目睹这场浩劫，甚至看到了自己至亲的命运。他梦见自己母亲和妹妹都没能逃过这场海啸，在灾难中不幸罹难，而他的葬礼将于7月15日举行。听到这里，你可能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根本就是一部超现实灾难大片的剧情。什么新大陆从海里升起，100米海啸吞噬国土，实在是太夸张，太震撼了。如果不是因为龙树亮过去的预知梦应验过多次，换谁都会觉得这只是天马行空的白日梦吧。然而事实是，他之前的15个预知梦里已经有10个应验，现在还有5个悬而未决。2025年大地震正是其中之一。难怪许多人既害怕又忍不住关注，万一他这次又说中了呢？毕竟一个曾精准预言311大地震的人，如今很严肃地告诉你，更大的灾难将在2025年夏天降临，这怎能不让人心惊？除了漫画家预言2025日本大劫难的，竟然还有一位神秘网友，他自称来自未来，大家称他为2062年未来人。这听起来很中二，但他的传奇事迹在日本网络上广为流传。早在2010年11月，一个匿名 ID 突然现身日本最大的论坛，自称他是从2062年穿越回来的未来人。一开始大家当他是开玩笑或搞怪，但这位未来人接连抛出让人瞠目结舌的信息。2010年底，他留下了一句话：快躲到山上去。
结果几个月后的2011年3月，日本就发生了毁灭性的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难道他是在提示要远离海岸，高处避难？后来有人翻出，他真的提前预告了311海啸。这还没完，2011年7月，他又冒出来说，2016年4月会有大事发生。结果到了2016年4月，日本熊本真的发生了强烈地震。更绝的是，他甚至精准指出我会在2016年4月15日回来。结果熊本地震主震就发生在4月14日深夜，接近4月15日，简直神乎其技。之后他说5月17日我会再现身，没想到5月16日茨城县又发生强震。这连串巧合让许多网友开始半信半疑，也许这家伙真有2把刷子。随着名气增大，网友开始向2062年未来人提各种问题，想套出更多未来资讯。他的回答虽然经常云山雾罩，但也透露了一些惊人的所谓未来事件。其中最令日本人关注的就是关于2025年的预言。当被问到未来的大事件时，2062未来人神秘地表示，2025年将发生一场影响世界的大事件，日本也会遭受波及。虽然他没有明说是什么事件，但结合他之前预言地震和海啸的前科，许多人猜测2025年的这个大事件极可能就是指超级地震或类似的大灾难。关于这位未来人的其他预测，还有一些听起来相当惊世骇俗，比如他曾暗示在他来的2062年，某些今日的强国已不存在，日本的版图反而扩大等等。这里卖个关子不细讲，因为实在太离题。总之，2062年未来人凭借几次灾难的命中率，让不少人对他的警告将信将疑。如果他的时间线没有错乱，那2025年日本遭遇重大灾祸的说法又多了一个看似可靠的支持者。尽管理性告诉我们网络预言要打折扣，但当不同来源都指向类似的年份和事件时，很难不让人心里发毛。除了个人梦境和未来穿越者，日本还有一些专门研究预知梦现象的作者和所谓未来学家，在他们的调查和著作中也不约而同提到了2025年的大地震可能性。近年来，日本出了好几本探讨预知梦的畅销书，作者们收集了许多日本民众声称梦见未来事件的案例。他们在分析这些梦境时，发现一个有趣又令人不安的趋势。相当多的梦境指向2020年代中期发生巨大地震，尤其集中在2025年前后。想象一下，当不同地区不相识的人们都在梦中见到类似的灾难场景，而且时间指向同一年，这种集体潜意识的巧合是不是很瘆人？有些研究者推测，人类或许有一种潜在的预感能力，会在大灾难前夕以梦境形式表现出来。虽然科学上无法证实预知梦的真实性，但这些书里引用的故事可谓是半信半疑，宁可信其有。当然，也有人怀疑是因为龙树亮等知名预言传开后，大家产生心理暗示，于是更多人梦见2025有灾难，从而形成一种集体趋势。无论原因是什么，至少在日本的预言圈子里，2025年等于大地震已经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而网络时代信息发酵，这些预言很快就传到了全世界。小结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来自漫画家、神秘网友、作家、研究者等多方的信息，都指向2025年的日本将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特别是超级地震和海啸。预言的内容从单纯的大地震海啸一直升级到新大陆崛起、国土沉没这种末日级别，可谓越传越离谱，越传越吓人。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可怕的预言有没有可能是真的，还是纯属巧合的谣传？接下来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看看日本未来发生巨震的可能性究竟有多高。聊了这么多预言，我们也该踩一踩刹车，用理性来审视一下现实世界的数据和研究。毕竟再逼真的预知梦也比不上科学统计来的可靠，对吧？那从科学角度来说，日本在未来几年内发生超大地震的风险高吗？答案其实是相当高。即使撇开所有神秘预言不谈，我们也不得不严肃看待这个风险。首先，地质学家和地震专家早就警告过，日本存在一个南海海槽超级地震的威胁。南海海槽是位于日本西南沿海的一条大型海底断层带，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规模8以上的大地震。根据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未来30年内，在南海海槽发生规模9级超大地震的几率高达 70%。 注意， 70% 可不是个小概率，等于是在我们有生之年看日本新闻，很可能就会碰上这档事。这个预测并非拍脑袋想出来的，
而是根据过去地震周期和当前板块应力累积程度计算出的结果。上一回类似的大地震发生在1940年代，日本当时在1944年和1946年接连发生东南海地震和南海地震，距今已经将近80年了。虽然80年对地质来说不算长，但按照历史周期，大约每100年至150年就会有一次超级地震。21世纪中叶前，日本再来一次特大地震并不意外。很多专家甚至认为，可能等不到2050年，南海海槽的大地震就会引爆。那2025年其实刚好落在这个高风险时段内。再来看整个地球板块活动的大背景，日本所处的位置本来就是环太平洋地震带，也称火山带的一部分，四周板块林立，地质活动频繁。我们这几年已经目睹了环太平洋地区的一系列大型灾难。2010年，智利发生了毁灭性地震和海啸；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2018年，印尼巽他海峡海啸；2021年，阿拉斯加近海大地震，甚至2022年初，在太平洋岛国汤加还出现了史上罕见的大型海底火山爆发，引发环球冲击波和海啸。这些事件让科学家注意到，环太平洋板块最近处于一个活跃期。有些地质学者认为，巨大的地震活动有时会以集群方式发生，一处板块剧烈运动后，可能在相隔几年内引发远处板块边缘的压力重新分配，导致其他地震活跃带进入临界状态。简单说，就是大地震可能会一个接一个来。日本311地震后，全球地震活动的模式似乎有所改变，科学家持续监测着周边断层的压力变化。结论就是，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发生类似311级别或更强地震的可能性绝对存在。日本尤其需要提高警觉。除了长期风险，科学界也在尝试一些新技术预测，例如一些日本研究团队在观察动物行为、地下水位，甚至大气电磁变化，希望寻找地震前的蛛丝马迹。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可靠的短期预测方法，但科研人员并未放弃。2020年代开始，日本的地震预警系统也更加完善。如果有强震发生，能在震波传播的几秒到10几秒前提醒民众避难，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伤亡。但是，如果真出现规模9级的特大地震和海啸，预警系统也只能尽量争取时间，无法完全避免灾难的破坏。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官方其实早就做过最坏情境的推演。如果南海海槽全段连锁断裂，发生超巨型海啸地震，沿太平洋沿岸将受到严重打击。政府预估最坏情况下，死亡人数可能超过30万人，经济损失难以估计。听起来是不是刚好与那些预言中数十万人死亡、沿海地区消失的描述不谋而合？现实中的科学数据已经很吓人了。因此，即便我们完全不理会什么预知梦未来人，光是基于地质专家的研究，我们也有充足理由相信，日本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地震风险，而2025年前后是个关键期。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稍微松口气，至少那些听起来疯狂的预言并非全无根据，某些部分居然和科学预测对上号了。当然，龙树亮梦中的新大陆、百米海啸、日本沉没1/3，这些情节太夸张，科学上看来实现几率几乎为0，地壳要瞬间隆起一块连接几国的新陆地，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他预见的大地震和大海啸本身是真有可能发生的，只是规模大小问题而已。如果他只是用艺术夸张手法描绘灾难，那现实也许不会这么戏剧化。但哪怕现实版本只有他梦境的1/10严重，都绝对是场灭顶之灾。因此，理性如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日本未来的确有场恶战要打，不是和怪兽对决，而是和大自然的无情力量对决。现在我们做个假设，假如2025年的这场预言中的大地震真的发生，无论规模是像龙树亮梦里那样末日级，还是仅仅规模9左右的超强地震加海啸，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大开脑洞，同时参考以往经验来想象这可能的后果。有点黑色，但我们尽量以轻松口吻聊一聊，毕竟这只是假设情境，希望永远不会成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无疑是首当其冲的。2011年的311地震和海啸造成将近2万人死亡失踪，已经是日本自2战以来最严重的灾难。如果2025年来一场更大的，伤亡数字恐怕要上升一个数量级。龙树亮的预言形容数十万人死亡，听起来触目惊心。这个数字并非完全凭空乱讲，
日本政府自己的最坏情境推演也是数万到数十万死亡。想想沿海的那些大城市，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哪一个不是人口密集、房屋林立？即便有先进的防震建筑和避难系统，真遇到超乎设计极限的地震海啸，后果仍将不堪设想。海啸一旦突破防波堤，低洼地区可能瞬间变汪洋，无数家庭、学校、医院都会受到冲击，房屋倒塌、火灾、基础设施毁坏，损失金额恐怕以数百兆日元计算。更别提如果像梦中说的，日本有一部分沉没，那涉及的土地消失和移民问题更无法估量，上百万、上千万人将无家可归，仅仅安置生还者就是巨大的挑战。日本沿海有多座核电站，311地震大家都记忆犹新，不仅是地震和海啸本身，还引发了福岛核电站事故，辐射外泄造成长期影响。如果2025年发生的地震波及其他核电设施，例如日本中部的滨冈核电站，它恰好位于预测的南海海槽震区附近，一直被视为高风险。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新的核灾难。核电站一旦失控，后果不仅影响日本，还可能波及整个东亚的环境，辐射、污染海洋、空气和土壤，让受灾地区多年无法居住和耕种。龙树亮梦到海底裂缝喷出岩浆，虽然有点魔幻，但现实中如果地震诱发海底火山喷发或其他化学泄漏，也会对环境造成多重打击。总之，大地震往往伴随着环境灾难，从核污染到水质恶化，影响深远且难以收拾。日本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一举一动都关系全球经济健康。如果日本遭遇毁灭性打击，全球市场绝对会剧烈震荡。短期内，日元汇率、股票市场可能暴跌，各种保险公司要赔得吐血。日本企业众多，从汽车、电子到半导体零件，他们的停工将造成全球供应链断裂。想象一下，汽车零件供应不足，全球车厂被迫减产，电子元件缺货，您的手机、电脑涨价，甚至连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都可能断货，这或许是比较次要的烦恼了，但对玩家来说也很心痛啊。另外，日本还是全球重要的投资国，大灾后资金势必撤回国内救灾，引发国际资本市场连锁反应。可以说，一场日本的超级地震不仅是自然灾害，也是全球经济灾害。如果灾难发生，国际社会一定会伸出援手，美军在日本有基地，可能第一时间协助救援。邻国如中国、韩国也会派遣救援队。尽管平时大家有矛盾，但大难临头还是人道为先。台湾和菲律宾如果也受到波及，将出现多国同时救灾的局面，各国需要协调资源。这种大灾可能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契机，也可能因为资源短缺引发新的纷争，例如难民问题、海上救援范围等等。在极端剧本下，如果日本部分沉没，会涉及领土重划和人口迁移，一些小岛可能永远从地图上消失。而龙树亮梦中的新大陆如果真蹦出来，哇，那地图要重绘，可能会引发各方对新土地归属的争论呢。希望不至于闹到这一步，我们纯粹脑补一下画面。不过现实是，就算没有新大陆，100米海啸也会冲击到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西海岸、加拿大，甚至南美的智利秘鲁，也可能侦测到一场海浪。这将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次考验。灾难带来的除了物质损失，还有无形的心理创伤和社会变迁。如果2025年真发生这样的大地震，日本社会将进入漫长的重建期，幸存者要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重建家园，需要极大的韧性与勇气。311之后，日本有一句流行语，伴，象征人与人之间团结重建的精神。如果再遭大劫，日本人或许会更加团结，也或许有人陷入绝望。年轻一代可能对未来更焦虑，毕竟家乡都沉了一块，谁都会怀疑明天是否可靠。另一方面，全世界目睹这种灾难直播，对于防灾意识也会大大提高。其他处在地震带的国家，例如台湾或美国加州等，会更加重视防震演习和建筑安全，毕竟前车之鉴因见不远。有趣的是，龙树亮的漫画叫《我所看见的未来》，如果他的未来真的变成现实，那我们对预知梦超自然能力的看法恐怕也会有所改变，说不定会引发对第六感、意识连接等现象的新一轮研究热潮呢。总之，如果预言成真，后果将是全方位的，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全球，都会被深刻改变。当然，我们心里都祈祷这一切永远别发生，当成茶余饭后谈资就好。但是预言已经抛出，我们脑补一下最坏的情景，
反而能让大家意识到防患未然的重要。所谓居安思危，正因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现在就该做好准备，提高防灾能力。这样，就算老天爷真的心情不爽来震我们一下，我们也能把伤害减到最小。说了这么多沉重的东西，大家的心情可能跟着有点紧张压抑了。别急，我们来换个角度看看这件事。对于这些铺天盖地的末日预言，日本人本身是怎么反应的呢？他们是陷入恐慌，还是满街囤积物资准备避难？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甚至有点令人啼笑皆非。如果一个预言说你的城市快沉了，你会怎样？大部分人可能会害怕，赶紧做点准备，例如备好紧急逃生包，研究避难路线，甚至考虑暂时搬离海边。然而，一些日本网友的反应则画风清奇，让全世界的人看傻了眼。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有一部分是崇尚冷静和宿命的，他们面对灾难时表现出的镇定，常常让外国人惊叹不已。这次关于2025末日地震的传言，在日本年轻族群的网络论坛上，居然引发了一些神奇的讨论。我们来看几个典型案例。我要选个地方看最后的日出。有部分日本网友并没有打算逃跑，反而开始计划起浪漫的末日观景。有人郑重其事地说，如果大海啸真的要来，我想提前选好一个绝美的高地，在那里看人生中最后一场壮丽的日出。还有人响应，对哦，要不就去富士山山顶看海平面升起的样子，至少死前风景无敌。这种超脱生死、追求仪式感的想法让人哭笑不得。外国网友看到后直呼，真的假的？这也太佛系了吧！他们难以想象，面对灭顶灾难，这些日本人不是惊慌失措的尖叫逃命，反而像在安排一场悠闲的郊游。既然要死，也要死得爽快。还有一些日本网友干脆调侃起来，讨论最后一天要怎么过才值得。比如有人说，如果注定要被大地震弄死，那我宁可提前订好最棒的温泉旅馆，泡着温泉，喝着清酒，舒舒服服地迎接最后时光。另一位则开玩笑，我要冲去秋叶原的动漫咖啡厅，抱着我最喜欢的漫画和手办，死前也要当个快乐的宅宅。他们甚至在讨论要带什么零食饮料，一副 party time 的感觉。对他们而言，与其恐惧，不如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面对。既然无法改变，不如洒脱地迎接命运。这种脑洞大开的求生计划再次震惊了国际网友。有英美网友留言，日本人也太冷静了吧，简直像电影不要抬头，讽刺末日的喜剧电影里的情节在现实上演。旁观者的错愕，国际媒体和网友对日本人的这些反应也是议论纷纷。有人感叹，这根本就是动漫里才会出现的对话，没想到真人真事更离谱。还有人佩服地说，日本人真是见过大风大浪，心态强大到爆炸。其实了解日本文化的人知道，这与其说是他们不怕，不如说是一种宿命论和淡定的结合。在日语中有一个词叫 shogunai， 意思是没办法，认命了。遇到不可抗的事情，日本人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这句，大概意思就是该来的躲不掉，不如接受它。在常年与地震相伴的环境下，日本人民练就了高度的心理韧性和自嘲精神。当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这么放飞自我，也有很多民众开始认真准备，比如囤积饮用水和粮食，检查自家的抗震结构，参加防灾训练等等。只不过，相比那些惊慌的准备派，网上疯传的往往是那些脑洞大开的言论，毕竟这些更具有话题性和娱乐性，不是吗？艺术和游戏化解恐惧。有趣的是，日本人还把对末日的焦虑转化成了创作和娱乐。比如，有漫画家开始绘制如果东京沉没的虚拟剧情，用插画展现末日下的日本，既是警示，也是戏谑。一些游戏开发者甚至脑补出了末日生存 RPG、2025 日本这样的点子，让玩家模拟灾后重建。还有人在推特上发起话题，让大家发挥想象，如果确定7月5日世界末日，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结果收到的回答五花八门，笑中带泪。有要向暗恋对象告白的，有要吃遍所有想吃的拉面的，还有人单纯表示要睡他个昏天黑地算了。通过这些自嘲式的讨论，日本人把原本沉重的话题变成了一种集体吐槽大会，反而缓解了紧张情绪。总体来说，日本人面对灾难预言的反应可以用8个字形容：冷静沙雕，各自表态。一方面，他们的冷静与达观值得钦佩；另一方面，网络上的脑洞发言又让人忍俊不禁。这种独特的反应告诉我们一件事：传言再可怕，日子还是得过。与其每天提心吊胆，倒不如幽默以对，该准备的准备，该生活的生活。当然我们笑归笑，该严肃的时候
也不能含糊。日本政府和很多民间团体并没有真的当预言是玩笑，他们持续在推进防灾教育和设施建设。日本的大部分建筑都以耐震设计，学校每年都有防震演习，民众家中常备应急包，收音机里偶尔插播避难指南。也就是说，表面上他们谈笑风生，但私底下还是有备而来的。这种文化上的反差，正是日本社会的迷人之处，既能严肃认真地面对危机，也能插科打诨地消解压力。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想，那我们其他国家的人面对类似的预言该怎么办？学日本人潇洒地看淡生死，还是认真准备末日？或许答案因人而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过度恐慌绝非易事，嗤之以鼻也未必明智。借鉴日本人的态度，我们可以从容但不松懈，以幽默对抗恐惧，同时该行动时毫不迟疑。未雨绸缪，永远比事到临头再后悔好。聊到这里，我们基本把2025年这桩令人胆寒又好奇的预言来龙去脉都探讨了一遍。从传奇漫画家的梦中场景，到神秘未来人的网络留言，再到科学家的风险评估，以及日本普通民众的种种反应，我们仿佛一起经历了一场跨越现实与未知的探险。那最后，不妨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当可怕的预言摆在眼前，我们究竟该恐惧，还是该以某种理性的态度去面对？首先，预言终究是预言，尚未成为现实。人类历史上末日预言何其多，大多数最终都被证明是虚惊一场。记得2012年的玛雅历法世界末日论吗？全球无数人忐忑不安，结果2012年12月21日安然度过，太阳照常升起，预言只是误读和玩笑。还有前些年的各种彗星撞地球、外星人入侵的预测，几乎都没兑现。我们不能因为某些预言者过去猜中了几件事，就笃定他们永远正确，未来始终充满变数。以龙数量为例，他的预知梦或许真的非比寻常，但也可能存在理解偏差。梦境本来就暧昧不清，他对梦的诠释未必完全准确。我们当然希望他这次是看走眼了。而所谓2062未来人，更可能只是个噱头和巧合。至于那些预知梦研究，本身就带有主观筛选的偏差，所以我们大可不必陷入盲目的恐慌，每天杞人忧天啊，完了2025要毁灭了，反而影响正常生活，这样就本末倒置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完全无视这些预警信号。诚如前面所说，就算抛开预言不提，日本乃至全世界都应对地震、海啸等天灾有基本的警觉和准备。与其说是预言在警告我们，不如说大自然本来就在以各种方式敲响警钟。我们看到冰川融化在预示气候危机，频繁的极端天气在预示环境异变，板块活动的迹象在预示地质灾害风险。善读天象其实是古代智慧的传承，现代科学何尝不是预言的一种，只不过它预言的是基于数据的高几率事件而已。那么如果预言刚好和科学指向同一方向，或许我们更该重视。以防震为例，不光日本，位于地震带的国家和地区都该引以为戒，平时多做演习，建筑物提质加强，个人准备急救包，制定家庭紧急联络方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能主动去做的务实步骤。就算2025啥事没有，这些准备也不会白费，因为地震迟早还是会来，只是时间问题。再退一步讲，这些末日预言的流行本身也反映了人们内心对未来的不安。每当全球局势动荡、灾害频仍的时期，预言就特别容易盛行。大家一方面害怕未知，一方面又对神秘的答案充满渴望，所以宁可相信某些超自然的说法，来为混乱无序的世界寻找意义。与其说预言真的灵验，不如说人心需要一种寄托。幽默地讲，有时信预言也是求个心安。如果真的有天选之人提前告诉我们结局，那至少我们不用瞎猜了，对吧？只不过正如我们所见，不同人给出的结局各不相同，有的说末日，有的说新生，谁更可信呢？最终我们只能走着瞧，用时间去验证。对我们普罗大众而言，最聪明的做法或许就是保持开放但审慎的态度，可以带着一点好奇去了解这些预言，毕竟他们有时还挺有娱乐性和启发性的，但同时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被耸动言论牵着鼻子走。就像今天这篇分享，我们既讲了预言的内容，也加入了科学分析和理性思考，还调侃了人们的反应，就是希望呈现一个多角度的视野。最终该相信什么，该做什么，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相信事实，相信常识，做最好的准备，抱最好的希望。2025年会发生什么，现在谁也说不准。
也许哪天早上我们打开新闻，会看到日本发生大地震，损失惨重的头条，令人惋惜。也许2025年平平安安过去了，回头看这些预言，不过是一场笑谈。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留给我们揭晓答案的时间并不久。无论结果如何，我相信以人类的智慧和勇气，都终将渡过难关。就像日本网友们那样，我们不妨带着一点幽默和达观，迎接不可知的未来。同时，别忘了默默在心中祈愿，但愿灾难永远只存在于预言和电影中。但愿2025年的夏天，日本的樱花依然照常绽放，太平洋的海浪依然温柔地拍打岸边，而我们能够平安地看完这一年所有的新番动画和电影大作。开个玩笑，意思是希望日常生活一切如常啦。最后用一句调侃的话作结，如果2025年真的出了什么大事，到时候我们再来复盘今天讨论的这些预言，看看是哪位大神说中了。如果什么也没发生，那就皆大欢喜，我们下次再八卦别的预言去。无论如何，保持好奇，保持理性，也保持一颗乐观的心，这或许才是面对未来最好的预言。谢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们一起期待一个平安又精彩的2025年吧。今天我们要聊一本神秘又传奇的古书《推背图》。传说在唐朝贞观年间，皇帝李世民召来了2位顶尖术士李淳风和袁天罡，让他们推演大唐国运。结果这2位大神一推到唐以后，写下了影响深远的预言奇书《推背图》。相传他们推算到武则天当皇帝时，袁天罡怕再泄露天机，赶紧从后面一把推李淳风的背，喊道：天机不可再泄。于是此书得名《推背图》。从此这本书流传民间，被奉为预知未来的经典。据说《推背图》总共60项，预言了从武则天时代直到未来上千年的重大事件。听起来是不是很玄乎？更神的是，其中许多预言后来都被认为应验了，历代帝王都把它列为禁书，但民间百姓对它趋之若鹜，谁不想偷看几眼未来呢？如今是21世纪的我们，再翻开《推背图》，不禁要问，这部千年奇书对2025年有什么预言呢？最近不少解读都把焦点放在一个词上，巨龙现身，而且说台湾将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巨龙，台湾，这听着就让人浮想联翩。难道2025年真会有一条龙跑出来，或者是暗指什么重大事件？别急，咱们今天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盘点推背图中可能对应2025年的那些预言，看看历史上的预言如何一一应验，对比当今风云变幻的全球局势，最后大胆畅想一下2025年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这一切将如何影响台湾的未来走向。首先，我们得搞清楚巨龙现身在推背图中指的是什么。在中国传统里，龙常被用来象征帝王或大国，而且12生肖中龙年往往意味着不平凡。2024年正好是农历龙年，而且是甲辰年，也被称为青龙年。巧的是，推背图第43项的预言诗中就提到，黑兔走入青龙穴，欲尽不尽不可说。黑兔指的就是2023年癸卯兔年，青龙指的正是2024年甲辰龙年。一句黑兔走入青龙穴，对应的正是2023年迈入2024年这个关键节点，听起来是不是很神？预言紧接着又说，欲尽不尽不可说，仿佛暗示某件大事到了将结束未结束的微妙时刻，但细节不可说。乖乖，这难道是在说2023年的乱局拖到2024年还没完？那么2024年巨龙出动又会掀起什么波澜呢？很多人据此推测，推背图暗示2024到2025年会是局势大变的时期，隐藏的巨龙将现身搅动风云。而在这变局中，预言特别点出了台湾的角色。既然提到了巨龙现身，咱们先聚焦看看推背图里有哪些内容可能对应2025年前后的时代。刚刚说到第43项提到了黑兔年转青龙年，也就是2023到2024年交替，这被视为一个重大转折点。预言诗后2句写道，唯有外边根树上30年中子孙结。乍一看有点费解，大意可能是在外面树根上结了果实，经过30年子子孙孙的累积。这被一些解读者认为暗示一个漫长的过程，从2024年开始的变化将在30年内逐渐显现结果。
如果从2024年算起，30年后差不多是2050年代了。看来是在说一个长期影响的演变。不过30年太远，我们先聚焦眼前几年。第43项的主题被解读为两岸关系不再维持现状。预言的谶语有一句：君非君，臣非臣，始奸危，终克定。有人解释这是说海峡两岸当前的君臣关系错乱。按正统，中华民国台湾才是君，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按理应视为昔日的臣叛逆，但现实却相反，大陆自居为君，台湾反倒被孤立为臣。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一开始会经历艰难危险，但最终能够平定。怎么平定？诗的宋约提到了那句关键的黑兔走入青龙穴，暗示大变局从2023到24年开始。有人大胆推测，这可能意味着从2024年起，两岸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对峙将出现转机，不再是过去那种拖着的维持现状了。也就是说，2024到2025年会成为两岸关系的关键转折点。巨龙现身，很可能指的就是大陆中国这个巨龙在这一时期有所大动作，比如对台政策的重大改变，是统一还是内乱，咱们后面细说。总之，在预言里，这只出山的巨龙将深刻影响台湾的未来走向。除了两岸关系，另一个和2025密切相关的预言点就是科技与权力的博弈。翻到推背图第57项，据说主角就是台湾。这一项的谶语相当耐人寻味：物极必反，以毒制毒，三尺童子，四夷咸服。宋曰：坎离相克见天泥，天使斯人米杀鸡，不信其财产吴越，重阳从此集兵师。乍看像古文谜语，现代解读精彩极了。有学者指出，第57项的图画上画着一个3尺高的小童子，手捧圆盘，盘中水花四溅。仔细一瞧，小童子的头发轮廓竟像印太地区地图，左边像中国大陆，右上像日本，右侧像北美洲，而小童子所站的位置恰恰就是台湾。天哪，一个小孩子代表台湾。没错，3尺童子正和幼童身高，也只带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台湾。他手里捧的圆盘被解读为台湾著名的晶圆半导体细片，圆盘里泼出的水寓意民主国家的民意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影射美国等西方力量。水从晶圆泼出，浇熄了熊熊烈火，那烈火暗指战争祸乱，也代表红色的中共。哇，这幅图竟描述了当今的芯片战争格局。台湾掌握先进芯片，美国等民主国家支持，使得缺乏顶尖芯片的中国大陆在军力上受限，点不着大战的火。所谓物极必反，以毒制毒，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以对手最依赖的东西反制对手。而3尺童子，四夷咸服，则夸张地表示小小台湾让四方列强都佩服又束手。听到这里，是否感觉汗毛都有点竖起来？1000年前的预言竟似乎画出了一个孩子端盘子的场景，而今天真就见证了台积电的晶圆让世界大国围着转。这一项暗示台湾在科技和国际博弈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足以左右兵戎之争。联系到2025年，正是美中芯片战白热化，各国抢先进制程的关键时期。预言似乎在告诉我们，台湾这枚晶圆，也就是定海神针，能压制战争火苗的燃起。巨龙固然强悍，但没有心，也就难以轻举妄动。综合这2项来看，推背图对2024到2025前后的图景仿佛描绘了这样一幕：国际局势风起云涌，大陆这条巨龙开始现身发威，两岸关系不再维持原样。但与此同时，台湾因其民主价值和芯片技术，成为制衡巨龙的关键力量。这听上去既像危机四伏，又像转机暗藏。至于具体会怎么发展，预言诗中没有 GPS 坐标，但给出了几个隐喻线索，供后人猜想。猜谜时间到。有解读认为，中科定表示最终局势会平定统一，多半指两岸统一，只是方式可能出人意料，也许不是武力，而是某种和平转机或内部变局促成。毕竟第43项预言结局是民主返魂，中华民国正统重新复位，也就是预示中华民国台湾作为正统政权将重回舞台中央。这可不是我瞎说，
网上解读者甚至断言预言最终指向大陆走向民主化，两岸以民主形式重新融合。这剧情堪称神转折，原来巨龙现身不是为了吞噬，而是最后凤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听得脑洞大开吧？还有更猛的猜想呢。另一份解读把目光投向推背图第48象，提出在龙年和蛇年，也就是2024、2025年，大陆内部拥护某人和反对某人的两股势力将斗争到白热化，甚至预言可能会有一位军事人物发动政变逼宫成功。这暗示什么不言而喻。也许2024到25年，中国大陆内部会出现权力斗争，可能有高层变局，俗称宫斗。如果真有这种内忧，加上外部压力，巨龙本身可能要先顾着窝里斗了。这反过来也影响两岸关系走向，内部动荡往往让对外冒险更不可测。一旦逼宫成功，新的权力结构是更强硬还是更开放？预言没有细说，但提供了一个大胆的剧情走向，让人不寒而栗又充满想象。总之，巨龙现身4个字背后预示的是2024到2025年中国及周边局势的大动荡与大变革，而台湾就在这风暴眼中。总结这一部分，推背图里对应我们现在这个时期的象，透出几个关键信息。其一，2023黑兔年至2024青龙年交接是转折点，世界格局进入新的阶段。其二，两岸关系可能再也无法维持几十年的僵局，面临重新洗牌。其三，台湾因为民主制度和芯片科技成了左右大战与否的关键角色。其四，中国大陆内部可能有激烈的明争暗斗，增添变数。这些预言要素听起来是否很像我们新闻中正在发生或担心将发生的事？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推背图过去那些已经神准应验的预言，验证一下它的靠谱程度，然后对比当今局势，看这些预言为何让人毛骨悚然又期待万分。别看推背图说的云里雾里，但历史似乎一次次印证了它的神奇。要让大家相信2025年的预言有点门道，我们得先回顾几个已实现的经典预言案例，感受下古代预言家的脑洞有多精准。案例一，女皇武则天。早在推背图第3象就剧透了大唐会出现一位女皇帝。要知道，在男权封建社会，这听起来比科幻还扯。但预言诗里写道：日月当空，照临下土，扑朔迷离，不闻一舞。日月当空4字大有文章。武则天称帝后，创造了一个照字为自己名号，正是日月同辉的意思，象征她登基称天子，简直一语成谶。果然，公元690年，武则天打破惯例，自立为帝，成为中国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预言师还说她扑朔迷离，不闻一舞，意思是行迹难测，虽非礼堂宗室，却执掌武权。这不就是武则天？她出家为尼，又重返皇宫，诗句参变空王色相空，一朝重入帝王宫，正是生动写照。甚至窝窝沉积孰是熊一句，用公鸡报晓，却不知雌雄做比喻，暗指武后临朝称制，让人分不清皇帝竟是女儿身。1000年之前预言女性当政，可把李淳风他们急坏了，难怪要推一把，不敢多说。历史证明，这项预言丝毫不差地应验在武则天身上。案例2，大清灭亡，帝制终结。中国几千年皇帝制度在哪儿断了？在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推翻了3000年的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推背图第37象正是预言了这一巨变。谶语写道：汉水茫茫，不统既统，南北不分，河中共济。这说的是什么呢？有人解读汉水茫茫指清朝最后的统治摇摇欲坠，不统既统暗示皇帝没了，却还出现新的统治形式，继承共和政府，南北不分。河中共济则指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各省共和。更绝的是宋约里一句：水清终有节，倒戈逢8月。水清就是清朝，终有枯竭的一天。果然，清朝于1912年正式灭亡，3000年帝制走到尽头，而倒戈逢8月被认为暗指武昌起义。最后一句海内竟无主，半凶还半吉，描绘民国建立初期天下无皇帝，
有动荡也有进步的局面。这一项活生生写出了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建立民国的历史场景。而推背图早在1000多年前就预告了水清终有节，不得不让人叹服。当时的帝王要是看懂这句，只怕睡不着觉。案例3：抗日战争与日本投降，近代史上最悲壮的篇章之一。8年抗战也在推背图中留下了神迹般的预言。第39项，预言抗日战争及日本战败。谶曰：鸟无足，山有月，畜出生，人都哭。看不懂。拆开来，鸟无足，山有月，合在一起是个岛。字谜，那只无足之鸟和带月的山拼出岛，指向当时侵华的岛国日本。紧接着畜出生，人都哭，简直令人起鸡皮疙瘩。旭日初升，那是日本国旗上的太阳，日本侵华宛如一轮旭日升起，但所到之处人都哭，生灵涂炭。诗的颂更直接，一声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没。金鸡指公鸡啼鸣，也影射中国版图像，一只雄鸡。公鸡一叫，意味着胜利的曙光。日已没，太阳沉入大海，日本战败投降。而且历史上日本正是在鸡年1945年乙酉年有为鸡宣布投降，验证了预言中必至酉年始得平的说法。想想看，日军侵华时，很多中国人悲愤交加地说东边出了个日本小太阳，结果推背图早就预言这太阳终将坠落大海。这项预言的意象之准确生动，令人不得不佩服古人妙笔。案例4：文革10年浩劫，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事件，推背图也有涉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41项，预言了1966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谶曰：天地晦茫，草木播植，阴阳反背，上土下日。真是一句顶1万句。天地晦茫，描绘天下昏暗愚昧，日月无光。草木播植意指红色，造反派如野草蔓延。阴阳反背，上土下日更是形容乾坤颠倒。本应在上的日代表阳，被踩在地下，泥土阴反倒盖在天上，这不正是文革时秩序大乱、黑白不分的写照吗？宋曰更直白：帽儿须带雪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所谓帽儿带雪无头，指当时人人头上被强行扣帽子，遭残酷迫害，多少人冤死，连头都保不住。手弄乾坤何日休，暗指有人玩弄权柄，把天下翻来覆去折腾不止。这明显对应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还有99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秦州一句，其中99年被解读为从1871年到1970年之间的某个重大错误决定，而称王只合在秦州，据说影射四人帮最终被抓进秦城监狱。文革结束后，四人帮确实在北京秦城坐牢，这项预言之精准，让很多知情者冷汗直流。当年帽儿戴血无头的疯狂岁月，推背图里早有警示。通过以上几个例子，我们看到推背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多次预测命中重大事件，女皇登基、皇朝覆灭、外敌入侵、内部浩劫，无论是武则天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抗日战争还是文化大革命，都能在书中找到对应暗示。这也是为什么历代都有不少人痴迷研究推背图，希望从中找到对现实的启迪。有人统计，在前56项中已有大半被印证，当然也有一些项的解释存在争议，但总体来说，它描绘的历史发展顺序与实际历史惊人的吻合。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既然过去的预言这么神，那对未来的预言会是真的吗？这正是让人既好奇又忐忑的地方。现在我们站在2025年的门槛上，再回头看推背图那些尚未完全应验的项，比如前面提到的第43项、第57项，是否也在逐步变为现实？让我们对比当前的全球局势，看看有哪些迹象和预言中的描述不谋而合。好啦，玄幻的预言和真实的历史我们都过了一遍，接下来是时候将目光投向眼前的现实世界了。2025年近在咫尺，当前全球局势可谓风云变幻，大国博弈加剧，科技日新月异，
社会思潮涌动。我们试着从地缘政治、科技变革、社会发展这几个角度切入，展望2025年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并思考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台湾的未来走向。21世纪20年代可谓进入了新的冷战阴影下的大国博弈时代，一边是崛起的东方巨龙中国大陆，另一边是守成的西方雄鹰美国，再加上北方的北极熊俄罗斯，南亚的新兴巨人印度等，国际政治舞台上群雄逐鹿，竞争态势日趋激烈。2022年以来，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俄乌战争和美中对抗。2025年，这两大博弈可能进入新的阶段。首先看俄乌战争。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冲突。这场战争到了2024年底，仍未完全平息。不过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寻求止战，而乌克兰在西方支援下也展现强大战力。不少分析预测，2025年俄乌有望进入谈判或冻结冲突的状态。推背图虽然没明确提俄乌，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这场战争是冷战旧怨的延续，也是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博弈的一部分。战争的降温将使美国可以把更多注意力转回亚太，而这恰恰可能让台海局势更加紧张，因为美国腾出手来更加聚焦应对中国，而中国则早已磨刀霍霍，视台湾为心头大事，一方想守，一方想夺，台湾无疑处在两大巨兽角力的正中心。再看美中对抗，近年来美中从贸易战、科技战一路升级到地缘对抗，从南海到台湾，从经济到军事，两国关系降至数十年来冰点。美国在组建各种印太联盟，比如 QUAD 第四方、安全对话、AUKUS 联盟等，拉拢盟友遏制中国。中国则高调宣示民族复兴，在外交上更趋强硬，解放军频频在台海、南海军演展示实力。可以预见2025年美中博弈会更白热化，尤其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多次承诺协防台湾，而北京绝不放弃统一意愿，双方谁都不让步。推背图第43项提到两岸史艰危，就很贴切。未来一段时间，台海可能处于高度危险状态，一有闪失就可能擦枪走火。但预言也说了，中克定，说明最终能克服危机，得到平定，这让我们稍稍宽心。或许不会真爆发世界大战，不过在达到克定之前，那段艰危时期恐相当难熬。2025年可能正处于这个紧张对峙的阶段。现在美国频繁通过对台军售、国会访台等方式挺台，而大陆则通过军事围演、外交孤立来压台。这种针锋相对在2025年恐怕只增不减。乐观一点看，各方都还在试探红线，谁都不想挑起直接大战，因为后果太可怕。但悲观一点讲，这就像玩火，一不小心就可能失控。难怪有人拿着推背图找线索，希望能预知这一仗打不打。刚才预言给的暗示比较积极，有水泼灭火，还有内部可能逼宫，让局势变数，使对外冒险降温。如果这些应验，也许2025年台海能暂时避开大战，但局势会持续紧绷，不会风平浪静。中国大陆内部局势也是地缘政治的重要变量。2022年底，中国经历了白纸运动，显露民间不满。2023年经济下行压力大，失业率高企，房地产雷声滚滚。这些内部问题若持续，到2025年可能积累成更大的社会不安。再叠加前面提到的高层权力斗争传闻，大陆政局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如果预言的勇士后门入地宫真的发生，那对外政策也许会出现剧烈调整。有人猜想，新的领导层可能为了凝聚民心，反而对台湾更加强硬，以展示权威。也有人认为，新领导若倾向改革，可能缓和对外冲突，以换取发展喘息。这些都处于猜测层面，但可以肯定的是，2025年的中国大陆将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强势对外，严控内部，还是尝试调整路线，化解矛盾。无论哪种抉择，都会影响亚太格局和台湾命运。推背图中把这一时期描述的惊心动魄，比如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这可能影射用非常规手段除掉某个首领，避免更大灾祸。若真如此，那将是轰动全球的大事。我们静观其变的同时，
也要为最坏情况做准备。总的来说，2025年的地缘政治很可能是危机与机遇并存。危机在于大国角力让世界更不安宁，台湾首当其冲地承受压力；机遇则在于变局中可能孕育出新的军事和谈判窗口。例如，俄乌停火后，美欧或许希望避免在亚太再起战端，可能对中国有所妥协谈判；又或者中国内外压力下选择暂缓对台动武，以经济利诱为主。这些都可能让台海在紧张中保持一种微妙平衡。不管怎样，台湾在国际政治棋局中的战略价值无疑提升了，谁得到台湾的合作，谁就多一分优势，反之亦然。这也解释了为何预言强调台湾是关键转折点，因为在现实中，台湾正是影响大国博弈胜负手的重要砝码。谈完国与国的较量，我们把镜头转向人类共同面对的另一场大变局——科技革命。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正处在几百年未有之技术大变革时期。人工智能、新能源、航天、生物工程，每一项都在快速突破，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重塑着国际力量对比。2025年将是这些技术变革的加速之年。让我们抓几个最热门的来说。人工智能，还记得 ChatGPT 在2023年掀起的热潮吗？一时间 AI 要抢饭碗成为全球话题。进入2024到2025 AI 技术将更上一层楼，应用更广泛，自动驾驶可能开始在一些城市商业化运行。AI 医生、AI 律师，这些过去听着唬人的词可能悄然进入普通人的生活，甚至连创作领域 AI 都越来越能写会画、会编程。有人调侃，未来最好的作家可能是 AI， 最懂医术的可能也是 AI， 人类要失业了。当然，现实没那么夸张，但人工智能确实在深刻改变社会分工。推背图有没有预言到这一点呢？有些解读者脑洞大开，把后面的第59项人类大脑联网时代视为对 AI 和脑机接口的预言。虽然后面的项太远，我们暂且不表，但细思极恐，照现在这发展速度，再过20-30年，脑联网也未必是不可能。2025年，我们也许会看到 AI 在不少领域超过人类水准。别忘了，科技进步既是机遇，也是风险。推背图第46项提到，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有观点认为，这描述的正是一种高科技杀人武器，比如人工智能武器或生物病毒，能无声无息置人于死地。科幻电影里 AI 失控、生化危机的桥段，我们不希望成真。但2025年起，各国对 AI 安全、基因实验的监管肯定会更严，因为技术的双刃性让人类既兴奋又害怕。总之 ，AI 将在2025年更加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得与 AI 共处，而谁能在 AI 领域领先，谁就掌握未来竞争的主动。美国和中国都在拼命投入 AI 研发，这也是没有硝烟的军备竞赛。台湾虽然不算 AI 大国，但凭借芯片优势，也是 AI 发展的基石提供者之一。AI 再厉害，也离不开台积电的高端芯片啊。所以台湾在未来科技版图中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半导体与芯片，既然提到芯片，就不能不说芯片战。刚才预言第57项已经用形象的隐喻揭示了芯片之争的重要性。2025年，芯片技术将迈向2纳米乃至1纳米制程的冲刺阶段，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等巨头竞相研发新工艺。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封锁可能进一步升级，包括限制 EUV、光刻机等关键设备出口等。中国则力图科技突围，投入巨资发展国产芯片。可以预料，2025年的芯片战会更加激烈，这不单是商业竞争，更被上升为国家安全竞争。没有先进芯片，军事武器、AI、大数据都成无源之水。推背图所谓奇才出吴越，指的或许就是东方出了一位芯片天才人物，让四方惊叹。而现实中，台湾确实因芯片成为各国拉拢的对象。美国甚至推动台积电赴美设厂，欧洲、日本也在争取合作，就是想削弱台湾这张王牌在大陆眼中的诱惑力和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垄断性。2025年，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芯片产能在全球分散布局，这对台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护城河变浅，
机遇在于只要保持技术领先，台湾仍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玩家。此外，2025年量子计算可能取得新突破，各国竞逐量子芯片，先进封装 Chiplet 技术也将改变芯片生态，这些技术方向台湾都有布局。可以说，科技变革让小小台湾拥有大大能量，正如预言里说的童子手捧宝盘那样。新能源与气候，科技革命另一个焦点是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2020年代中期，各国都在加快向新能源过渡。电动车在2025年或许已相当普及，街头充电桩像当年的加油站一样常见，太阳能、风能装机容量屡创新高，新型电池技术可能取得突破，使可再生能源更高效稳定。核聚变实验装置也许在2025年取得里程碑式进展，让人类距离人造小太阳发电更进一步。清洁能源的推广不仅是经济技术问题，更关乎地缘政治。中东石油地位下降，石油美元体系可能逐渐松动，传统产油国需要转型。像沙特这些国家已在谋划后石油时代，这也是世界格局潜在的重大变化。气候方面，全球极端天气频发，2023年各地就上演了高温、洪水、野火三重奏。2025年这样的趋势恐怕仍会持续，人类减碳努力短期难见效，但会更加迫切地合作应对。气候合作或许成为美中等大国少有的共同利益契合点，说不定能一定程度缓和紧张关系。推背图里有没有暗示这些？有人牵强地把青龙入海解读为洪水灾害，黄龙升天，比喻涅槃重生。虽然那属于演绎成分，但不可否认，未来自然环境挑战严峻，也将影响政治决策。例如，如果因气候导致粮食危机、难民潮，那比战争更可怕。2025年，全球对气候议题的重视只会增强，各国包括台湾都将投入更多的科技减碳产业。这方面，台湾的科技创新也能发挥作用，比如在能源管理、储能、电动车、供应链等都有不错基础。太空探索，别忘了仰望星空。2025年，人类的目光也将投向更远。美国计划在2025年前后实现阿尔忒弥斯计划，让宇航员重新登上月球。这将是自1972年阿波罗17号后，人类再次踏足月球。如果成功，这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大事。中国也不甘落后，正推进自己的载人登月和月球基地计划。此外，马斯克的 SpaceX 等私人航天公司不断创造纪录 ，Starship 巨型火箭如果能在2025年实现多次成功发射，人类前往火星的梦想就更进一步。推背图后面的项提及外太空文明入侵，听上去很科幻。不过我们不一定会遇到 ET， 但太空确实是下一片竞争高地。2025年或许会出现更多卫星、空间站、探测器在太空繁忙穿梭的新常态。值得注意的是，太空竞赛也有地缘政治影子，中美都想主导月球和火星探索，并拉拢伙伴形成各自太空联盟。比如美国的阿尔忒弥斯已有一堆盟友国家参与，中国和俄罗斯则计划共建月球基地。可以想见，未来连月球上可能都有2个圈子在比赛。在这方面，台湾目前角色不多，但不排除未来在卫星技术等领域参与国际合作，为自己打开一片新天空。科技一直是人类共同进步的希望所在，尽管有竞争，但我们也乐见国际合作在科技，特别是太空、气候领域有所增加。科技改变物质生活，社会变革则关乎人心与观念的演进。展望2025，人类社会在思想文化层面也在经历悄然的转型，几股浪潮值得关注。民主与治理，20世纪末被称为民主化第3波，但近年一些民主国家反而出现倒退或乱象，例如民粹崛起、社会撕裂等。2025年我们会看到新的调整。一方面，经历动荡后，不少国家在探索更有效的民主治理，比如加强法治、媒体素养教育、防范假消息对选举的干扰等。美国在2024年总统大选后，无论谁上台，都必须修复撕裂的政治生态，以免民主制度继续内耗。欧洲一些国家也在努力平衡自由与秩序。另一方面，威权国家内部的民主呼声可能更强，尤其是年轻一代。通过互联网接触外界，
向往更多自由，这在中国大陆、伊朗、俄罗斯等地都有迹象。推背图预言的最终场景似乎是吴王吴地定乾坤，匹夫有责，一言为君，描述一个没有皇帝、人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太平时代。这不正是民主理想吗？也许很遥远，但方向如此。2025年，也许会有新的民主浪潮苗头出现，在东亚、台湾和韩国、日本等成熟民主国家可能发挥示范效应，影响着邻国人民。台湾的民主之路走过风风雨雨，至今依然活力旺盛，这是其软实力之一。在大陆民间，或许也会有更多人认识到民主制度的价值。这种观念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但终将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价值观与社会运动，全球化让文化交流空前频繁，但也引发价值观碰撞。2025年，保守与进步两种思潮的博弈仍会在各国上演。例如，关于性别平等、LGBTQ 权利等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已有广泛共识，但在其他地方仍有阻力。科技带来的伦理挑战也需要全社会讨论。可以预期，新一代青年更加关心多元包容、公平正义等议题，他们勇于发声，通过社交媒体凝聚力量。社会运动将在数字时代呈现新形式，线上舆论与线下行动结合，影响决策者。环保运动、Me Too、反歧视等在全球延续，同时也有反全球化、本土主义抬头。这种多元声音此起彼伏，会让2025年的社会显得喧嚣又充满生机。推背图里说，匹夫有责，一言为君，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正是个体声音的重要性在上升。普通人的一句话透过网络可能引发巨大反响，逼得当权者也不得不倾听。这在民主国家早已如此，在威权国家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微博上一句实话，也许会成为全民讨论焦点，进而推动现实改变。当然，这种力量有好有坏，好的是监督坏弊端，坏的是如果谣言滋生，也可能酿成混乱。这就需要社会更成熟的媒介素养和理性对话机制。总之，2025年的社会变革更多体现为观念的变革。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对身份的认同、对彼此的包容度都在发生改变。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国家出现重要的社会改革或政策转向，正是过去忽视的问题。台湾作为华人社会中自由开放的代表，在这些价值观议题上其实走在前面，也许会对华人世界其他地区产生辐射影响。正如预言暗示民主返魂那样，一个地方的自由之火可能点亮另一个地方。经济与民生，说到社会，就离不开柴米油盐的民生和经济状况。2025年的全球经济形势，目前看存在较大不确定。2023到24年，不少国家经济下滑，压力增大，甚至有陷入衰退风险。通胀、高债务、供应链重组等问题困扰着各国。进入2025年，全球经济可能在调整中寻求新平衡。一方面，新技术和后疫情时代的新需求可能催生增长点，比如 AI 产业、新能源产业带动新一波投资和就业。另一方面，地缘紧张和贸易壁垒可能拖累传统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对台湾而言，经济既有挑战也有亮点。挑战在于两岸关系紧张可能影响商贸、人才交流，但亮点是全球供应链去中化的趋势，反而让台湾企业有机会取得更多订单和投资。比如，欧美日可能更愿意跟台湾这样的可靠伙伴合作，而不是中国大陆。台湾的半导体、精密制造、绿色科技等都可能因此受益。经济好坏直接影响社会情绪。如果2025年全球经济向好，社会稳定度会提升，反之则动荡风险上升。推背图并未直接描述经济数字，但他关注民生疾苦，比如前面文革那项就在自省大乱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现代治理者也明白这一点，尤其中国大陆高层深知必须稳经济才能稳人心。所以我们预计，无论国际局势多紧张，各国政府在2025年都会把提振经济、改善民生作为重中之重。民以食为天，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聊了这么多，我们终于回到今天的主角——台湾。在推背图的未来预言中，台湾屡屡被提及或隐喻为关键，一会儿是对峙中的正统军，
一会儿是手握芯片的童子，总之存在感十足。那么放眼现实，2025年的各种变化对台湾意味着什么？台湾又将如何在风暴中发挥关键作用呢？让我们梳理一下。地缘政治方面，台湾无可避免地处在美中博弈的最前线。对于美国来说，台湾是印太地区自由民主阵营的一艘不沉的航母，更是高科技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台湾是祖国统一的最后一块拼图，也是冲破第一岛链，成为海上强国的战略要地。正因为如此，台湾的安危牵动着整个亚太局势。2025年，大国博弈有升温风险，台湾需要在安全上更谨慎小心。所幸的是，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的重视也与日俱增。预言中提到外边之水灭内火，现实里体现为国际联盟对可能的武力犯台形成震慑。2024年台湾举行了总统大选，新政府的两岸政策走向也将影响2025年的局势。无论是哪党执政，都必须权衡在主权尊严和避免战争间取得平衡。预言给台湾的结局似乎是好的，但过程不会平坦。可以想见，台湾在2025年会大力加强国防，深化与美国、日本等安保合作，同时也尽量避免刺激大陆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就像在钢丝上跳舞，需要极大智慧。好消息是，以台湾社会的开放和创造力，完全有能力通过外交沟通和灵活策略来争取国际支持和自我保护并举。毕竟谁都不愿台海失控，那将是世界经济的灾难，光芯片断供就够大家喝一壶的。预言中，台湾被形容为能够让四夷折服的存在，或许指的就是台湾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和战略重要性，使各大国都不得不慎重对待。科技经济方面，台湾可谓立于风口浪尖，亦身怀利器。2025年，全球对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只增不减，而台湾的台积电等公司仍然在技术上领先半步。只要保持研发投入和产业优势，台湾的经济在高科技领域就有坚实支撑。甚至有人说，未来几年将是台湾的黄金年代，因为全世界都需要台湾的技术，台湾有条件主导高端产业链，并获得丰厚收益。当然，前提是和平稳定的环境。如果发生冲突，这一切将毁于一旦。因此，台湾需要把龟盾发挥到极致，既是自身产业优势，也是安全筹码。预言里童子端盘浇灭战火，正是这个道理。台湾的芯片之盘不仅是经济保盘，也是让企图动武者投鼠忌器的护身符。2025年，台湾或许会继续推动产业多元化，避免过度集中单一领域风险，同时巩固在半导体的护城河，比如发展 AI、5G、精密机械、医疗科技等，成为各领域创新岛。经济好，民心稳，在国际上腰杆也硬。推背图其实对台湾的未来国运抱有正面态度，有解读指出后面的象有宝岛腾飞、海鱼称王的意思，预示台湾将迎来一个繁荣阶段。当下看来，如果台海保持和平，台湾完全可能在未来10年迎来新的腾飞，民主制度稳定，科技经济发达，文化多元开放，俨然华人世界中的一颗明珠。这样的台湾不但自身人民受惠，也将对周边产生积极影响。社会文化方面，台湾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韧性的社会，经历过威权到民主的转型，面对过内外压力的考验，台湾人民展现出乐观进取的精神。2025年，在全球巨变背景下，台湾社会可能会更加团结自强。一方面，外部威胁感会激发更多人关心政治与公共事务，凝聚台湾认同；另一方面，台湾多元包容的文化会继续吸引国际关注，软实力提升，例如台湾的影视、音乐、设计、美食等有望在华人圈乃至全球更流行，成为沟通交流的桥梁。这些年来，台湾在国际上赢得了善良力量的口碑，比如对抗疫的贡献，对人权的坚持，都树立了形象。预言所谓30年中子孙结，也许可以理解为台湾在未来若干年培育出的下一代将结出民主与繁荣的硕果，惠及华人子孙。这不是自夸，而是基于台湾已有的成就和继续努力。台湾年轻一代见多识广，勇于创新，
也关注社会公平与环境，可谓前途无限。如果能善用全球华人网络和自身民主优势，台湾可能成为亚洲的创新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这也是对抗强邻最柔韧有力的方式，以自身的成功赢得尊重，以价值凝聚认同。也许有一天，两岸人民会因为共同向往更美好的生活而走近，那时候统一也好，合作也罢，都将水到渠成，而不是用武力胁迫。推背图里的民主返魂隐约透出这样的希望，民主自由的精神重现中华大地，台湾正是承载这一精神的火种。如果2025年世界局势动荡是暴风雨，台湾的价值观与制度就是那定海神针，帮助自己也帮助华人世界稳住阵脚。综上，台湾在2025年的关键角色可以概括为战略棋子变战略支点，危机关头化解危机，价值灯塔照亮前路。听起来有点理想主义，但历史常常由理想照进现实。就像数百年前没人想到东海之滨的小岛会牵动超级大国神经，但如今他做到了。同样，未来也许没人能料到，正是台湾模式为中华民族指明了一条新路。但推背图里似乎早有暗示，台湾要做的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站稳脚跟，手握科技利器，心存济世之志。如此，无论巨龙怎样翻腾，台湾自可立于不败之地，并有机会引导巨龙走向光明的彼岸。从唐朝的预言诗到眼前的真实世界，我们穿梭时空，看到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在这卷轴中，古老的推背图仿佛给出了隐藏的剧情提要，而我们这一代人正亲身出演高潮章节。2025年也许正是这剧情的关键转折，巨龙现身，风云际会，微与鸡同声。无论你对预言是否全盘相信，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许多洞见确实和现实惊人的契合。这种契合有时让人脊背发凉，有时又让人心生希望。毕竟在推背图的故事结尾，并不是世界毁灭或者黑暗永存，反而有着天下大同、生平治世的美好愿景。就像暴风雨再猛烈，终会过去，彩虹终将出现。预言只是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但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还是我们人类自己。回到我们关注的焦点，2025年的巨龙与台湾，或许未来一年并不会有神话般的龙真的出现，也未必会发生剧本式的惊天逆转。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年对两岸关系、中国走向乃至全球格局都将是意义深远的。我们可能见证对抗，也可能见证妥协，可能面临挑战，也可能把握机遇。台湾在其中绝不是被动的看客，而是有机会也有能力塑造自己的命运。就像那手托宝盘的童子形象，台湾完全可以端稳民主与科技这盘宝，校对狂风巨浪。最后用一种轻松的比喻来收尾吧。如果把未来比作一出连续剧，那么推背图提供的只是模糊的预告片，真正的剧情发展还得看导演和演员。2025年的剧集无疑高潮迭起，但结局走向并非注定悲惨。也许剧本的最后一页早已写好，也许还有多种可能等待我们去书写。正如古人那句箴言，谶纬之言，信则有，不信则无。预言这东西，你信它，它就在那儿；你要是不信，也可以努力去改写它。对于我们这一代台湾人、华人以及全人类来说，更重要的是从预言中获得启发和警示，在现实中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与其坐等命运，不如积极创造未来。展望2025，我们心怀敬畏，也心怀希望。巨龙会现身，但我们不畏惧，因为手中亦有利剑和明灯。风雨会来临，但我们不迷失，因为脚下踏着坚定的道路。让我们以智慧和勇气迎接未知的挑战。或许多年后再回首，我们会惊叹，原来我们就是写历史剧本的人，而那些先贤的预言不过是给后人留下的益智谜题罢了。谜底如何揭晓，就让时间和行动去证明吧。现在是时候合上预言书，抬头直面现实世界了。无论命运之龙如何起舞，愿我们都能做掌握自己人生的小小预言家，在变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提到史蒂芬·霍金，很多人第一反应是
黑洞宇宙大爆炸理论，那张坐在轮椅上用机械音讲话的传奇形象。然而，霍金在晚年除了在科学领域继续发光发热之外，还留下了一系列令人背脊发凉的预言。据传，他在生命尽头时说出的警告可把整个科学界都吓坏了，甚至一度让人们对宇宙的探索按下了暂停键。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情节，但霍金的预言都有理有据，而且如今竟然一个接一个，仿佛在逐步上演。是什么样的预言能有如此威力，让顶尖的科学家们都冷汗直流？这些预言如今的发展情况又如何？本文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带大家回顾霍金晚年发出的几个主要警告，包括人工智能失控可能导致人类灭亡，外星文明对地球的潜在威胁，气候变迁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以及科技高速发展下可能出现的灾难。我们将轻松而深入地探讨每个预言背后的科学依据和现实苗头。准备好了吗？霍金的这些恐怖预言也许不像电影桥段那样爽快刺激，但却足以引人深思，甚至决定人类的未来走向。接下来，就让我们逐一拆解霍金那些骇人又发人省思的预言，看看如今的世界发展是否真如他所说，在一步步验证他的担忧。当今社会里，人工智能已经无处不在，从手机里的语音助手到能打败围棋冠军的算法，再到各类自动驾驶汽车和推荐系统， AI 正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不过，霍金晚年却多次敲响警钟，如果 AI 发展失控，可能导致人类走向灭亡。这听起来像终结者电影里天王反叛人类的剧情，让人难以置信。然而，霍金并不是在危言耸听。首先，我们需要明白霍金所说的 AI 失控是怎么回事。简单来说，就是人工智能一旦发展出超过人类的智力，并且不受我们的控制，它可能就不会再把人类放在眼里。霍金直言，人类一旦开发出完全体的人工智能，也就是具备自主意识和持续自我进化能力的 AI， 结局可能是将人类彻底取代。他曾用一句话形容这个风险：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可能意味着人类的终结。在他看来，智能机器一旦拥有了自我改进的能力，就像放出了瓶中的魔鬼，精灵已出瓶，再想关注它可就难了。那 AI 为什么会威胁人类呢？试想一下，如果一种智慧远远超过我们，它思考和决定事情的速度是我们的成千上万倍，而且没有情感，不需要休息，也不会像人类一样犯糊涂。刚开始，它也许只是听命于人类的工具，但一旦有一天它拥有了自主学习和决策的能力，甚至能自己编写更聪明的 AI， 这种智慧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强大。到那时，人类在他眼里可能就如同蚂蚁一般渺小。更糟的是，如果人类的行为阻碍了 AI 达成某个目标，它很可能会把我们视作绊脚石。没有道德束缚的超级智能，要清除我们，也许就跟踩死一堆蚂蚁一样简单。听起来毛骨悚然吧？其实霍金并不是唯一一个担心 AI 失控的人，科技界的不少大人物也发出过类似警告，比如埃隆·马斯克也把失控的 AI 称为人类文明生存的最大威胁之一。霍金和许多科学家还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对 AI 的研发进行安全方面的重视。他们并不是在反对 AI 的发展，而是希望给 AI 添加安全栏和红线，确保这种强大的工具始终服务于人类，而不是反过来统治人类。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现实世界 AI 的发展，是不是有朝着霍金担心的方向预演呢？近些年来，人工智能的确取得了飞速的进步，电脑可以听懂人类的语言，看懂图片、视频里的内容， AI 写的文章你可能都分辨不出来。连复杂的医学诊断都开始依赖 AI 协助完成。有人打趣说，现在连下棋和打游戏人类都下不过机器，我们是否已经在某些领域被取代了？虽然这些 AI 目前还远称不上有自主意识，但霍金担心的苗头已经出现， AI 在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多领域开始超过人类，这正是他所说的加速自我进化的前奏。当然，现在的人工智能还谈不上要毁灭人类。我们日常接触的 AI 大多比较笨，只能做好特定的事情，比如扫地机器人只会扫地，不会思考别的，更不会突然决定来攻击你。
但霍金让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也许再过几十年 ，AI 的智力达到甚至超越人脑，只是时间问题。一旦那一步到来，我们能否确保它仍然友好听话？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你让一个超级 AI 管理全球气候，它发现最简单降低温度的方法是减少地表的生物代谢活动，换言之，就是消灭人类和动物，那就糟糕了。听起来荒唐，可这正是霍金担心的核心。AI 缺乏人类的情感和价值观，如果目标设定不当，后果不堪设想。有趣的是，霍金本人也依赖科技生存，他的轮椅和语音合成功能某种程度上就是人工智能的产物，但正因为如此，他更加清楚技术的双刃剑属性。他并不是憎恨 AI， 而是害怕失控的 AI， 就像给汽车装上刹车和安全带一样。他呼吁在 AI 飞速前进的列车上也安装可靠的刹车系统和伦理指南。我们很多人或许对着手机里的语音助手说过玩笑话，比如嘿 Siri， 你会不会接管世界呀？他也许回答，我只忠于您。我们一笑而过，但霍金可能一点也笑不出来，他真的在严肃地考虑未来某一天，某个 Siri 的后代不再忠于人类的可怕局面。现在看，各国也开始重视 AI 权研究，讨论制定 AI 伦理准则，这某种程度上算是印证了霍金的预言。人们开始害怕 AI 失控的可能性，并尝试未雨绸缪。总结来说，霍金对人工智能的恐怖预言在于，如果我们一味追求 AI 的聪明强大，而忽视了控制与引导，最终造出的怪物可能毁掉它的主人。目前 AI 的发展就像在照着它的剧本走第一幕，越来越强大，逐渐渗透所有领域。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第二幕、第三幕改变剧情走向，不让终局演变成人类的覆灭？这正是霍金苦口婆心想提醒我们的。仰望星空，我们难免会好奇，宇宙那么大，我们真的是孤独的吗？霍金晚年时越来越相信宇宙中存在其他智慧生命。他说过，随着他年岁增长，他反而更加确信我们并不孤单。的确，以宇宙上千亿星系的规模，认为地球是唯一有生命的行星，未免过于自大。然而，霍金对宇宙邻居的看法却相当复杂。一方面积极参与寻找外星生命的项目，另一方面却严厉警告人类不要主动暴露自己。他预言，外星文明如果发现人类，结果可能对我们是灾难性的。霍金打过一个著名的比方，来形容人类遇见强大外星文明的风险。当年哥伦布抵达美洲，新大陆的土著文明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个类比中，我们人类就好比美洲的土著，而高级外星人则如同武装到牙齿的欧洲殖民者。如果外星人造访地球，情形很可能就像殖民者碰上落后文明，那对于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下场。简单讲，别指望外星人来了会和平友好。霍金甚至更加直白地说，如果外星生命远比我们先进，他们也许根本不会把人类当回事，看待我们的眼光可能就跟我们看待细菌差不多。听听这比喻相当不客气，却发人深省。想想看，当我们擦桌子消毒时，会怜悯细菌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同理，一个强大的星际文明若看上地球这颗行星的资源，很可能不会顾惜我们这些土著。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来避免这样的悲剧？霍金的建议是，尽量保持安静，不要随便暴露自己的位置。换言之，不要像无知的小孩在黑暗的森林里又唱又跳，吸引未知猛兽的注意。具体来说，他反对人类主动向宇宙发送信号，广播我们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主动 METI， 主动寻找地外智能生命。他不是不关心外星人，相反，他本人参与了突破聆听计划，投入资源去监听宇宙间可能的外星讯号，但他主张只偷听，不要大声喊话。这就像在森林里悄悄观察周围动静，而不要喊我在这儿，谨慎总比后悔好。霍金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科学界也有类似的讨论。有些科学家认为，如果宇宙中有好战或贪婪的文明，那么任何暴露我们存在的信号都可能为我们招来杀身之祸。毕竟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好例子，在人类历史上，技术更先进的一方往往并没有善待落后的一方，大到文明征服，小到强者欺凌弱者，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那么有什么理由相信外星人一定是慈悲的圣人呢？有人可能会问，难道所有外星文明都是侵略者吗？也未必。一些科学家持乐观态度，认为能进行星际旅行的文明或许已经克服了自我毁灭的倾向，变得成熟和平。但霍金显然不想赌这个运气，他的态度是宁可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未知的外星来客，与其等狼真的来了再后悔，倒不如先假设狼就在附近徘徊。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好奇，我们不是早就发送过一些信号和飞船吗？没错，人类确实主动往太空发出过招呼。1970年代 NASA 的旅行者号探测器携带金唱片，上面刻着地球的位置和人类的信息，被送往星际空间。阿雷西博天文台也曾在1974年用强力无线电波向球状星团发送过编码信息。这些尝试在当时是出于人类的好奇和善意，希望如果有外星智慧能接收到，我们表明友好。然而从霍金的角度看，这些行为就像黑夜里点亮了一支火把，万一有虫子被火光吸引过来，我们可是自找的。所幸宇宙浩瀚如海，这些早期信号如同石沉大海，目前并无回音。霍金晚年的警告则是在这些尝试之后发出的，可以说是及时给人类泼了一盆冷水。在霍金反复提醒之后，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件，让人重新审视他的担忧。比如近些年我们接收到一些奇怪的宇宙信号，所谓快速射电暴，短暂而强烈的宇宙电波闪光，来源不明。再比如出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天文现象，如星际天体奥莫莫的闯入，它是人类观测到的第一个星际访客。小小的雪茄型天体高速掠过太阳系，有科学家半开玩笑地猜测它可能是某种探测器。虽然主流认为这是自然天体，但这些事件让大众开始讨论起外星文明的可能性。而在地球上，各国公布的一些不明飞行物 UFO 目击视频也引发热议，甚至美国五角大楼都承认有些现象无法解释。一下子，外星人会不会真的来，成了热门话题。此时再回想霍金那句“不要回应陌生的太空信号”，是不是让人有点脊背发凉？仿佛他早料到我们终究会发现一些奇怪的动静。霍金的预言给科学界也带来过短暂的影响。有段时间，在 CTI 搜寻地外文明领域，关于要不要主动发信号的讨论变得更加谨慎。很多科学家引用霍金的观点，主张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前，不要贸然呼叫外星人。这种谨慎氛围可以说让主动外星通讯的尝试陷入停滞。当然，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并没有全面停滞，我们依然发射探测器，登陆火星，计划更远的星际之旅。但在如何面对可能的外星文明这个问题上，霍金的警告无疑让大家放慢了脚步，三思而后行。假如哪天我们真的监听到明确的外星讯号，你觉得人类会怎么做？会不会有人立刻兴奋地回消息：“你好，我们是地球人。”霍金在天有灵，估计会冲出来喊：“住手！”他的态度基本是装死都比乱回应强。虽然这样的谨慎有点扫兴，但不得不说，保守一点也许能多给人类留点自保的机会。万一外星人真不怀好意，贸然暴露相当于自投罗网。归根结底，霍金关于外星文明的恐怖预言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宇宙很大很美妙，但也可能很危险。我们当然可以也应该继续探索太空，寻找邻居，但一定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在没弄清对方是善是恶之前，不要急着掏心掏肺地透露自己的家底。毕竟，在宇宙这个大赌场里，人类只是新手玩家，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赌局可不少。霍金希望我们睁大眼睛，小心行事，而不是像无畏无知的孩子一样闯进未知的领地。相比起人工智能和外星人这类看似离我们很远的课题，气候变迁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危机。霍金多次强调，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使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这是他晚年最严肃的警告之一。他甚至预测，如果继续任由气候恶化，地球未来可能像另一个金星，也就是一个高温炙烤、硫酸雨横飞的地狱星球。听起来夸张吗？让我们来解读一下，霍金所说的气候变迁主要是指全球变暖。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燃烧的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向大气中排放了巨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这些气体就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阳光照进来产生的热量被这层被子锁住，散不出去，结果地球就一天天发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全球平均气温不断上升。别小看，哪怕1°C的升高，它足以融化极地的大量冰川，让海平面上升，淹没沿海城市，也足以改变大气和洋流模式，导致极端天气频发。你可能已经感觉到，夏天越来越热，热浪次数增多，极端暴雨、飓风、干旱这些极端天气新闻也越来越常见。这些都不是错觉，而是真真切切的气候在发生变化。霍金对这些趋势非常担忧，他曾严厉地指出，我们正接近一个临界点，一旦过了这个坎，全球变暖将失控，进入不可逆的恶性循环。他用金星来做警示，金星原本可能跟地球有些相似，但由于失控的温室效应，金星的大气压和温度高得恐怖，地表温度高达250°C，天空下着硫酸雨。霍金警告，如果人类继续我行我素的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不顾气候变化，那么地球有朝一日可能会追随金星的脚步，变成一个炽热的姐妹星球。到那时，海洋将被煮沸蒸发，陆地变成干燥的荒原，人类当然无法存活。也许有人会觉得地球离太阳更远，不至于那么夸张吧。的确，多数科学家认为地球即使变暖，也不太可能达到金星那种极端程度。但霍金用这种极端案例来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哪怕达不到硫酸雨满天飞那么惨，地球变暖失控也足以让人类文明崩溃。试想，如果平均气温升高4到6°C，南北极冰盖大部分融化，海平面会上升几十米，世界上那些沿海的繁华都市将遭淹没，许多肥沃的农田会变成盐碱地或荒漠，极端高温可能使室外劳作变得致命，大量人口将因生存环境恶化而流离失所，引发连锁的冲突和灾难。这些场景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气候科学界一直在研究的高碳排放情景下的结果。霍金只是用更通俗而震撼语言把后果描述出来。事实上，霍金对于气候问题的关注不仅停留在科学预测上，他还对政策决策大声疾呼。当某些政客拒绝承认气候变化或者退出国际环保协议时，霍金公开表示遗憾和批评。他强调这不是1、2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人类共乘一条船。地球发烧了，没人能独善其身。他甚至悲观地说过，如果听任一些短视行为把地球推到不可逆转的临界点，那将是把地球推下悬崖。这个悬崖指的就是气候永久性巨变，一旦掉下去，想爬回来几乎不可能。看看如今的现实，霍金关于气候的预言是不是也在逐步上演呢？过去的10几年间，我们不断刷新着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的记录，北极海冰覆盖面积一再跌破历史新低，一些岛国已经在考虑搬迁全国人民，因为海水正在吞噬他们的土地。森林大火、超级飓风、极端干旱，这些灾害频率都在上升。可以说，气候变化不再是未来才发生的事，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霍金生前或许已经看到了这一趋势，所以他的语气中充满了紧迫感。他的预言不是要吓唬我们地球要变成金星，而是想让大家明白，留给我们纠正错误的时间真的不多了。霍金在气候问题上还有一层深意的提醒，他认为我们或许最终不得不寻找其他星球定居，将地球休养生息，或者干脆放弃。如果气候危机无法避免，地球环境彻底崩坏，人类唯一的出路可能就像科幻电影那样，移民外星。事实上，他晚年支持了很多关于太空移民的讨论和项目，提出人类应该在未来100年内重返月球，建立火星基地，争取在几十年内具备把人类送往其他恒星的技术。为什么这么急？就是因为他感觉地球这艘船可能快撑不住了。除了气候变化、核战争等别的风险，也在逼迫我们准备逃生舱。在霍金看来，人类迟早要走出摇篮，否则就会在摇篮里灭亡。不过，我们当然更希望地球永远是宜居家园。为此，世界各国也在努力，比如推动清洁能源、
签订巴黎协定来减排行动。霍金的警示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励了更多公众和科学家投入气候行动中。每当有极端天气或气候报告出来，人们就会想起霍金那句再不行动，地球就要变成火球的告诫，然后反思我们是否做的还远远不够。有时候我们调侃天气热得像蒸笼，但谁也不希望真把地球蒸熟了。霍金给我们描绘的那个可怕未来250摄氏度高温炙烤的大地，或许有些戏剧性的成分，可它是迫不得已用最极端的例子敲响警钟。如今的地球发出的警报已经足够多，我们每天新闻里看到的气候异常，就是在提醒我们预言正在兑现中。如果我们无动于衷，那么霍金所谓地球变炼狱的末日场景，也许真的会一步步成真。霍金的恐怖预言清单中，除了 AI、外星人和气候，他还反复提到一个总体性的隐忧：我们引以为傲的科技文明本身，可能孕育着毁灭我们的种子。这里头既包括我们已经熟知的核武器威胁，也包括一些新兴科技的潜在灾难。他几乎是在说，小心，你手里的工具可能变成伤人的刀。这一部分，我们就来看看霍金提醒过的几种人类自掘坟墓的可能方式。自从人类学会了劈裂原子核，制造出核弹那一刻起，我们就第一次握有了瞬间毁灭文明的能力。霍金出生于二战末期，亲眼见证了核武时代的开始，他对核战争的担忧贯穿一生。他曾说，人类自己酿成大灾难，在未来1000年内几乎是近乎确定的，而其中核战争是最可能的毁灭形式之一。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囤积了成千上万枚核弹头，足以把地球炸个几十遍。即使冷战结束，这些核武器并没有凭空消失。如今仍有9个国家掌握核武，其中一些地区局势紧张，核冲突的可能性阴魂不散。霍金反复警告我们，不要忘记头顶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它高悬不落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恐惧，但一旦滑落，后悔就来不及。一次全面核战争将是空前的浩劫，除了爆炸和辐射直接杀死的人，无数幸存者将在接下来的核冬天中缓慢折磨致死。所谓核冬天，是指核弹爆炸引起的大火，把城市和森林烧成灰烬，烟尘进入平流层遮天蔽日，阳光被挡住，全球气温骤降，仿佛进入黑暗寒冬，庄稼颗粒无收，生态系统崩溃。这样的场景和末日电影别无二致，但却是有科学依据的推演。霍金要我们认清，核武器是人类自己造出的恶魔，一直虎视眈眈地等在人类文明的暗处。更令人不安的是，核战的爆发可能源于人性的弱点：愤怒、恐惧、误判或极端意识形态。一场局部冲突或一次雷达误报都可能点燃核导弹的发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差点误发核弹的惊险事件，仅靠个别人冷静才避免了灾难。霍金深知人性的脆弱，所以才会悲观地认为，长远看我们几乎躲不过这么一劫。除非人类销毁所有核武器，否则这种按下按钮就 game over 的阴影会永远存在。对个人来说，也许核战离我们的日常很远，但对整个人类，这是实实在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提醒着我们别让怒火烧掉了整座房子。除了大炸弹式的毁灭，霍金也提醒了一种隐形杀手，致命的瘟疫，尤其是人工制造或改造的病毒。自然界的瘟疫我们已经见识不少，如中世纪的黑死病、近代的流感大流行，还有最近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这些流行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也让社会经济停摆，人心惶惶。可是自然疾病往往有一定限度，而如果人类利用生物技术，人为制造一种超级病原体，后果可能更加不堪设想。霍金在晚年点名提到基因工程病毒这一威胁，他担心未来某些科学家或恐怖分子可能玩火自焚，制造出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极高的病原体。一旦这种东西泄露或者被故意释放，人类将面临比黑死病严重100倍的噩梦。我们可以脑补一下那种场景：一种病毒潜伏期长且传染力惊人，通过飞沫、空气接触都能传播，感染后几天内发病且致死率高达 50% 以上，没有特效药和疫苗。想想看，不出几个月，这种病毒就能遍布全球，带来无法计数的死亡，社会将陷入全面恐慌，
医疗系统崩溃，秩序瓦解。如果病毒足够凶猛，甚至可能让文明停滞倒退，幸存者寥寥，这可不是纯粹的想象。类似的剧情已经在不少惊悚电影和小说里被描述过。而霍金的意思是，这种灾难通过现代生物科技完全有可能人为实现，所以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其实就算不考虑恶意人为制造，现代生物实验室在研究病菌病毒时也存在泄露风险。历史上就有实验室人员感染炭疽、天花等案例。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现在可以拼装病毒基因，复原一些消失的古老病毒，甚至设计全新品种。这些研究本意也许是为了防范未来疫情，但谁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霍金要我们注意的正是这一点。当实验室里与病毒为伍时，等于把玩一把上膛的枪，稍有不慎，枪响弹出，误伤的将是全人类。最近这些年，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病让所有人都有了切身感受。虽然那次疫情并非人造，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原来病毒真的可以在几个月内瘫痪整个世界。疫苗研发出来之前，人类显得如此脆弱无助。如果那病毒的致死率再高一点，后果简直不敢想象。这恰恰印证了霍金的预言，瘟疫式的灾难并不遥远，稍不注意就可能降临。而未来合成生物技术越发达，控制生物风险就越成为关系全球安危的大事。科技带来的灾难有时不一定以毁灭全部人类为目标，还有一种更科幻的可能性，科技改变了人类自身，导致我们当前这种普通人被淘汰。霍金在临终前发表的文章里就大胆预测了超级人类的出现。他说，随着基因工程和人类改造技术的突破，一些富有或有权势的人也许会选择改良自己的基因，让孩子拥有更高的智商、更强健的体魄、更长的寿命，甚至拥有我们目前想象不到的能力。一旦开了这个头，人类可能会分化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物种，一种是经过基因优化升级的超人类，另一种则是我们这样的普通原始人类。听起来像 X 战警或者科幻小说的情节，但实际上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我们面前。2018年，中国就发生过震惊世界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一名科学家非法地让2名婴儿在胚胎阶段进行了基因改造，企图使他们天然免疫艾滋病。这件事引发轩然大波，全球学术界一致谴责这种不道德的人体试验。但它也证明了一件事，有人类已经在尝试定制婴儿。虽然那次改造未必带来什么超能力，但技术在快速进步，将来基因编辑或增强智力、延缓衰老等并非不可能。霍金对此的担忧是，一旦有人迈出了基因增强这一步，就会有人跟风。尽管社会可能会立法禁止，但正如霍金所说，总会有人不甘于平凡，偷偷提升自我。随着时间推移，改造技术可能变得越来越安全普及，到时候富裕阶层也许纷纷让子女升级，逐渐的超级人类将开始出现，而未经过改造的正常人将面对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无论是智力、体力还是抗病能力，我们都全面落后。这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分化和政治问题。想象一下，职场上你永远干不过那些天赋异禀的改造人，资源分配上，超级人类可能占据大部分，甚至军事实力上，超级人类士兵碾压普通士兵，这种鸿沟可能越来越大，直到普通人变得无关紧要，甚至被边缘化。霍金甚至认为，普通人有可能逐渐灭绝或被撤代，就像当年智人取代了尼安德特人一样，一个新物种取代旧物种，或许是残酷但自然的进化逻辑。当然，这个过程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也许要几代人甚至上百年的演变。但正因为它缓慢，人们可能开始时不以为意，当发现问题时已积重难返。霍金的这个预言其实比核战或瘟疫更冷酷一些，因为它不是热闹的轰然大祸，而是静悄悄地改变人类的面貌。当年的霍金身有残疾，却成为了智者的代表，他相信人类精神的平等价值。然而超级人类的出现将打破这种平等，演化的接力棒将从自然选择变成人择，谁有技术就可以把自己变得更优胜。到了那个阶段，未改造的人类或许沦为二等公民，甚至像宠物一样被圈养，或者直接被遗弃。这样的远景让人不寒而栗，却又绝根据。
正因为如此，霍金才会在遗作中郑重提出警告，希望社会提前思考如何应对基因革命的伦理和后果，避免走上一条不归路。除了上述人为的灾难，霍金也思考过一些更极端的情况，那就是科学探索本身可能触发的意外。科学家一直在探索物质和宇宙的极限，比如使用大型强子对撞机、撞击粒子、研究真空能量等。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这些实验是安全的，但仍存在微乎其微的不可测风险。霍金曾经半开玩笑地提到过一种理论上的毁灭场景，某次高能物理实验产生了真空衰变，也就是撕开了空间的稳定结构，导致一个迅速扩张的真空气泡以光速吞没一切，把整个宇宙摧毁。这听起来完全超出常识，但在物理理论里并非绝不可能。另一个常被科幻迷提起的担忧是，粒子对撞机会不会创造出一个小型的黑洞，把地球吃掉？对此，科学界多次论证，目前撞击能量下，黑洞要么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也会瞬间蒸发，对地球无害。不过，霍金之所以谈到这些，正是为了说明我们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有时就像在刀尖上跳舞，概率也许极低，但一旦发生，终极灾难。其实除了物理实验，其他尖端科技也有可能出现我们事先没有预料的可怕后果。比如纳米技术，人们担心如果制造出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而它们失控开始无限复制，将会把地球所有物质分解成灰尘。再比如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叠加，假设未来 AI 帮助设计出我们人类自己都看不懂的复杂系统，一旦出错，我们可能完全无法纠正。在高速进步的科技面前，人类其实始终在和未知风险赛跑。霍金希望我们保持一种敬畏之心。科技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让里面最可怕的恶魔跑出来。对于这些终极灾难级别的风险，许多人可能觉得太遥远，甚至匪夷所思。然而，霍金将它们列入警示清单，就是提醒我们不能因为概率低就掉以轻心。就像买彩票中奖，概率微乎其微，但如果奖品是一颗行星的毁灭，我们就绝对输不起。这些年，科学界也开始重视生存风险研究，不管是核战、气候、病毒、AI， 还是更奇异的真空衰变，这些都被纳入考虑范围。可以说，霍金的预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这些灾难场严肃研究。人类既要勇于探索未知，也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这是霍金留给我们的智慧。综合来看，霍金关于科技可能带来灾难的预言，核心都是在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这个物种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足以塑造，也足以毁灭世界。每发明一项新技术，别光顾着兴奋地踩油门，也该想想刹车在哪儿，方向盘握稳没有。如果说霍金的其他预言像是具体领域的告诫，那么关于科技总体风险的提醒更像是一种世界观的诫勉。要有敬畏之心，要有长远眼光，别等到灾难临头才想起亡羊补牢。从人工智能到外星人，从气候危机到科技阴影，霍金晚年留下的这些预言无疑让人深感不安。正因如此，他们在科学界和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霍金警告成了媒体热词，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人类的未来。有人说霍金过于悲观，也有人感谢他替我们敲响警钟。不管态度如何，他的预言已经播下了思考的种子。据说霍金临终前的一席话，让在场的科学家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与震惊。或许正是他对人类前景的最后总结，那沉重的语调仿佛在说，请务必小心，未来悬挂在你们眼前的不只有星辰大海，还有深渊和烈火。这种警示之所以吓人，不仅因为描绘的场景骇人，更因为说这话的人是霍金，一个既深谙科学又饱经人生风霜的智者。当这样的人都露出忧虑的神情时，我们怎能不肃然起敬？霍金预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学术上，它促使更多研究投入到防范全球性灾难上，比如 AI 伦理、安全政策、气候工程、生物安全等等。在公众层面，它让高深的课题走进寻常百姓的视野，引发全民讨论，比如要不要防着 AI 一下，该不该对外星讯号静默。甚至在国际合作上，他的观点也被当作论据来呼吁各国联手，
应对共同威胁。可以说，这些预言并非毫无意义的恐吓，而是真真切切推动了人类思考和行动的进程。当然，也有人质疑，过度渲染末日场景会不会适得其反，让大众产生无力感，甚至干脆破罐子破摔。这确实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霍金在强调危险的同时，其实也传达了另一层希望。他并非末世论者，恰恰相反，他一直相信人类有能力通过努力避免这些灾难。他给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比如发展太空技术，为人类买保险，加强国际合作管控核武器和气候问题，制定 AI 伦理和基因技术法规等等。在他看来，预言的意义不在于被动等死，而在于提前预知问题，积极寻找出路。换句话说，霍金是在给人类的未来敲响警钟，同时也在指引一条求生之路。回顾霍金警告的几大领域，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每一个威胁都源自人类的成功。我们文明的发展越辉煌，掌握的力量越强大，反面效应就越可怕。人工智能是智慧的结晶，却可能变成智者的噩梦；外星探索是勇气的体现，却可能引狼入室；工业繁荣提高了生活，却也让地球发烧；科技进步带来奇迹，同时埋下炸弹。这仿佛是上天开的一个玩笑，又像是在考验我们的智慧，能否驾驭自己创造的一切。霍金的预言正是这场大考的重点提示。现在，这些恐怖预言，有的已经在现实中出现端倪，有的还悬而未决，但时间不会停止，人类必须做出选择：是忽视霍金的警告，任由发展洪流把我们推向未知的命运，还是吸取他的建议，在探索未来的同时系好安全带，装好避雷针。这个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但会直接决定我们的结局。虽然霍金描绘了很多黑暗可能，但他本人并没有因此绝望。相反，在面对每个威胁时，他都寄希望于科学和理性终将帮助我们化险为夷。他相信通过人类的团结协作和聪明才智，可以避免那些最可怕的未来。他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记住，要仰望星空，而不是低头看脚下。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害怕未来就自暴自弃，应该怀抱对宇宙和未来的憧憬，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也许霍金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预言，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人类的渺小和伟大，狂妄和智慧。恐怖预言的意义不在于吓倒谁，而在于让我们及时清醒。正如剧本在大幕拉开前有彩排，现在这些威胁的预演已经上演在你我眼前。幸运的是，预演终究不是结局，我们还有机会改写未来的剧本。但愿当真正的大幕落下时，人类可以微笑着说，感谢霍金教授当年的警告，让我们避免了一场场劫难，迎来了更加美好的明天。地牛正在翻身吗？最近全球各地接连发生强烈地震，震撼着人心，也让许多人开始不寒而栗。环顾四周，大地频频抖动，仿佛在向世人传递某种警讯。从亚洲到欧洲，从太平洋火环到大西洋中极，地壳的异常活动引发了无数猜测。有人担心这是否意味着更大的灾难正蓄势待发，有人则把目光投向神秘的预言，试图从玄学中寻找答案。尤其当命理师和占星家们异口同声指出台湾可能是下一个出事的热点时，全体华人世界都为之屏息关注。在科学理性与神秘预言交织下，2025年的地球究竟怎么了？本影片将带您深入探讨近期全球地震频传的现象，解析背后的科学原理，同时结合历史事件与各种预言传说，抽丝剥茧出一个悬疑而发人深省的故事。请坐稳了，我们的惊险旅程即将开始。从今年3月下旬开始，地球仿佛进入了强震活跃期，短短10余天内发生多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让科学家与民众皆感到震惊。首先是3月28日发生在缅甸第2大城曼德勒附近的强烈地震。当天下午，缅甸瓦城地区的大地猛烈晃动起来，发生规模 7.7 的浅层强震，震源深度仅约10公里。这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据报道，缅甸全境和邻近的泰国共有超过1700人丧生，3000多人受伤，更有数百人失踪。
泰国首都曼谷高楼摇晃，一栋在建摩天大楼甚至如同罗叠的班戟般瞬间垮塌，现场尘土飞扬，悲鸣四起。这起灾难无疑为2025年的地球投下了第一颗震撼弹。然而，缅甸强震只是开始，在它发生后不到48小时，太平洋南端也传出巨响。3月30日，南太平洋的东加群岛附近发生规模 7.0 的强震，引发周边海域巨浪翻涌。所幸这起地震因震央远离陆地，并未造成严重灾情。几乎同一时间，大西洋中央的洋底板块边界也不安分。3月28日当天，在大西洋中洋脊接连测得规模 6.1 与 6.6 的地震，虽然发生位置远在海底深处，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科学家们对如此短时间内全球多处板块出现剧烈活动感到难以置信。事实上，从3月21日起至月底，不到10天的时间内，全球已经发生了10次规模6以上的地震，其中包括上述2起7级强震。地壳躁动的频率之高，令人不禁怀疑地球是否进入了一个异常活跃的震动期。不仅远方的强震频仍，就连台湾周边也感受到了地球的不安。3月下旬以来，在台湾东部外海和日本南部海域亦有中强地震发生，虽未酿成灾祸，但仍让人心有余悸。而在地球另一端的欧洲，地震异象同样在上演。著名旅游胜地希腊圣托里尼岛，自1月下旬以来经历了一连串地震群发现象，短短几周内，当地记录了上千次大小震动，最大的一次达到规模 5.2。这座浪漫爱琴海火山岛竟因频繁的摇晃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居民和观光客人心惶惶，担心沉睡多年的火山会否苏醒。科学家虽然研判此次震群与火山活动无直接关联，但也不敢大意，正密切监测着地底动态。纵观这段期间的种种现象，我们仿佛看到地球表面的板块在集体发出呻吟，从亚洲内陆到环太平洋，再到远洋海底与欧洲火山岛，短时间内接连有地壳剧烈运动的报告。这种全球性的地震活跃情形实属罕见。一般而言，全世界每月平均约发生6至8次规模6以上地震，而现在不到2周就出现了10次之多。如此反常的情况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是否更大的地质灾变正在酝酿？当地球频频震动之际，许多人开始将目光投向那些早已存在的预言与玄学警示。巧合的是，就在这段时间里，一些预言家与命理师的论调突然引发热议，因为他们早先的惊人预言似乎一一应验，更将下一个警告目标对准了台湾。首先，让我们回顾一则来自台湾本土的命理预警。台湾易经命理师高辅进早在去年年底就针对国际局势做出推演。他在2024年12月一次占卜后警告要小心，2025年3月前后国际间将有大事发生。当时他进一步指出，预感此事可能是世纪灾难级的大灾害，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火山爆发或大地震，因为除了自身破坏力惊人之外，这类灾害还可能引发海啸，甚至像2022年东加火山喷发那样造成地形。果不其然，进入3月后，全球便接连出现强震。先是太平洋板块边缘的缅甸发生大地震，隔日南太平洋也地动山摇，这让不少人惊呼高辅进一语成谶。然而更令台湾人关注的是，高辅进在那次预言中点名台湾，表示台湾和邻近的中国大陆可能会面临某种重大变局。他提醒说，两岸要注意有高层人士下台、领导权动荡的情况出现。除此之外，还要提防重大意外事故，例如大范围停电、交通灾难，甚至枪击事件等或元素相关的灾劫。虽然这些预言着重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但也让人联想，既然他成功预警了世纪级地震灾难的来临，他对台湾的警告会不会也别有深意？除了华人世界的命理师，国际上关于2025年的种种预言更是令人不寒而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来自日本的一则梦境预知。日本漫画家龙树亮在1999年出版的图文书《我所看见的未来》中，记录了他所梦见的多个未来灾难场景。
这本漫画里，过去已有多项预言被指应验。例如，他曾准确梦到2011年3月11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的日期。更骇人的是，龙树亮在书中透露，他梦到2025年7月5日清晨将发生一场比311更可怕的超级灾难。在那场梦里，太平洋西岸的海面持续冒出气泡，随后2条巨大的龙从海中升起，缓缓盘旋。紧接着，大地剧烈震动，一场巨大地震引发高达40米的超级海啸，铺天盖地地袭向日本沿岸及整个亚太地区。梦境中的龙树亮目睹海啸过后，一块新生的陆地方舟一般从海底隆起，连接了日本、台湾、菲律宾与香港的土地。这仿佛象征着板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动，整个东亚地图因此改写。龙树亮的这段预知梦在日本和台湾媒体引起巨大回响，许多人议论纷纷，难道今夏真会有毁灭性的大地震与海啸降临？尤其台湾正位处他预言中出现新陆块的区域之一，岂能幸免？有末日论者甚至解读，龙树亮梦中的自己葬礼也出现在同一时间，暗示他本人将命丧那场灾难，足见灾情之惨烈。然而，理性派则对此持保留态度。地震专家指出，这样的剧本几乎是不可能在现实中上演的，除非发生规模9以上甚至接近10的超巨大地震，才可能造成梦中描述的陆地隆起连接。即便如此，地质变动也难以如预言般极端。因此，龙树亮的预言更多被视为一种对人类骄傲的警示，提醒我们对大自然始终要心存敬畏，莫因侥幸而掉以轻心。除了东方的预知梦，在西方的神秘传说中，2025年同样被视为多事之秋。已故的保加利亚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据说曾留下对2025年的预言，提及世界将爆发更严重的冲突，甚至毁灭性的灾祸。16世纪的占星师诺查丹马斯也有诗句被解读为暗示，2025年前后，欧洲可能陷入战乱和瘟疫肆虐，让世界局势极度不安宁。这些跨文化的预言共同编织出一幅末世景象，使得今年的人们格外神经紧绷。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预言中，台湾屡屡被点名为风暴中的关键角色。除了高辅进强调台湾需注意大势变动，龙树亮预知梦隐约牵涉台湾，民间也流传着其他与台湾有关的玄奇论调。有人引用中国传统风水的说法，指2025年流年的五黄廉贞星飞临东北方，而从地理方位上看，东北方对应的恰是东亚地区，包括中国东北、日本以及台湾在内的广袤区域。因此，这一年东亚可能多灾多难，需要特别小心天灾人祸的降临。虽然这类说法没有科学根据，但当地震频繁发生时，不免令人将两者联想起来。另外，来自印度的年轻占星神童也曾警告过，2024年底到2025年初，世界将面临动荡。他此前以预言疫情爆发而声名大噪，这次他提醒全球要防范极端的天灾，例如强震、火山或气候异变。在缅甸大地震后，不少人回想起他的警示，惊觉这场灾难似乎再次印证了占星预言的威力。综合各种玄学与预言的讯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点：近期的种种预示都将矛头指向亚太，特别是台湾所在的地带。尽管这些预言的内容与形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基于占星推算，有的是源自灵梦体验，也有的是传统风水或易经演绎，但它们在时空上竟然与现实不谋而合。先有命理师预警3月灾厄应验于缅甸强震，后有预言家指涉台湾未来恐有变局，这让喜爱阴谋论的人大呼过瘾，仿佛一切早有天意注定。然而，究竟台湾真的会在近期遭逢巨大灾难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回到科学与历史的角度，深入了解台湾本身的地质条件与地震风险。抛开预言的迷雾，我们首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地震发生的科学原理。地震其实是地球内部力量在地壳中的一次突然释放。地球表面由数十块大小不一的构造板块拼接组成，它们如同漂浮在软流层上的巨大拼图，
不断以极缓慢的速度移动和挤压着。板块与板块交界处，由于碰撞、张裂或错动，常年累积庞大的压力。一旦压力超过岩石所能承受的限度，断层便会瞬间破裂滑动，释放出大量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传播，造成地面的震动。这就像长期弯曲的树枝突然折断，或积蓄已久的弹簧猛然释放一般。因此，绝大多数强烈地震都发生在板块边缘或断层带上。环太平洋地区由于聚集了多条板块边界，地震特别频繁，被称为太平洋火环带。从日本群岛、台湾、菲律宾、印尼到美洲的智利、墨西哥和美国西岸，皆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除了地震频仍之外，这些地区也多火山活动，因而得名火环。相较之下，板块内部远离边界的区域则地震较少见。举例而言，大西洋中洋脊虽是板块分离的边界，但远离人烟，即便有地震也难以被人察觉。而像巴西、非洲中部这些位于板块中央的地方，更是几乎没有强震记录。台湾正好位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并且是其中相当特殊复杂的一段。台湾所处的位置是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碰撞的交界地带。具体来说，在台湾东部附近，菲律宾海板块正以每年约8至9公分的速度向西北推进，挤压欧亚板块的边缘。这种长期的板块挤压造成了台湾中部脊梁山脉的隆起，也让台湾成为一座地震频繁的小岛。台湾东部海域存在着隐没带，菲律宾海板块沿着琉球海沟俯冲到欧亚板块之下，同时在台湾南部又与欧亚板块的伸出部分相互挤压错动。这种双重作用使得台湾附近的地壳相当破碎，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断层。正因如此，台湾的地震活动频率和强度都很高，全台已被确认的活动断层有数十条之多，其中不乏威力惊人的大震源。例如造成1999年921大地震的车龙埔断层，平时潜伏无声，一旦爆发便撕裂大地数十公里，释放出相当于数十颗原子弹的能量。而像花莲附近的地震带、台东的卑南断层、台北盆地周缘的深层逆断层等等，也都是地震专家密切关注的对象。从地质结构上看，台湾每隔几十年就可能累积足够能量引发强震，因此虽然人们或许习以为常于日常的小震，但这并不代表务需担心大震的来临。相反，正是因为小震不断，才提醒我们地壳应力正在释放、调整。一旦条件成熟，一场破坏性的地震就可能突然降临。除了板块构造，震源深度也是决定地震影响的重要因素。浅层地震更容易造成地表强烈震动，例如缅甸这次深度10公里的浅源强震，破坏力极大。台湾多数大地震也属于浅层，如921地震的震源深度仅8公里，因而对地表造成严重破坏。深源地震虽然能量同样强，但因震波传播路径长，抵达地面时威力已衰减不少，影响相对局限。例如2022年，台湾东部外海发生过一系列深度超过100公里的地震，台北等地有明显晃动却未致灾，便是这个道理。综合而言，台湾位处板块碰撞带且断层密布，又以浅源强震为主，高地震风险的区域。从科学角度看，未来在台湾再发生7级以上的大地震，并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正因为无法避免，我们更需了解历史上台湾曾经遭遇过哪些大地震，以及从中得到哪些教训与启示。历史常常给予未来镜鉴。回顾台湾过去100多年，有几场重大地震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最为人熟知的当属1999年的921大地震。那年9月21日凌晨1时47分，台湾中部忽然地动山摇，短短数十秒内，整个岛屿经历了20世纪以来最猛烈的一次震撼。震央在南投县级集震，规模达 7.3， 释放能量之大可想而知。车龙埔断层从地下撕裂大地，在地表形成长达80多公里的隆起带，最大位移将近10公尺。村庄道路被硬生生错开，高低落差触目惊心。921地震造成超4
过2400人罹难，将近1万人受伤，40万人无家可归。台湾中部的山河面貌因此改变，山崩地裂之景成为永志不忘的伤痕。921大地震之前，台湾其实已将近一甲子未发生过如此惨烈的地震灾害。上一次同等级别的浩劫可以追溯到1935年，发生在新竹台中交界的关刀山地震，当时造成约3000余人死亡，是台湾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之后台湾还经历了几场重大地震，1951年花莲县接连发生数次7级强震，1964年白河地震导致100余人罹难，1999年的集集地震则是震惊现代社会的巨灾。这些事件显示出台湾的大地震周期约略在数十年之间，不论人们是否做好准备，地底的能量终将找寻出口。回到现今，距离1999年已20余年，台湾在这段期间并非风平浪静，规模6级上下且造成人员伤亡的地震依然偶有发生。例如2016年高雄美浓地震造成台南市区大楼倒塌，115人丧生。2018年花莲地震导致市区多栋建筑倾斜倒塌，造成17人遇难。最近的2022年9月，台东池上地震虽发生在偏远地区，仍造成部分建物坍毁，数人伤亡。这些教训时时在提醒我们，台湾虽然不大，却处处暗藏着潜在的地壳威胁。更耐人寻味的是，地震的连锁效应似乎贯穿古今，让人不禁联想预言中所谓多米诺骨牌式的灾变。就在1999年，发生于土耳其的致命强震与台湾921地震前后相隔仅1个月，而今年年初，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和台湾南部也出现了相隔2周内相继强震的现象。科学家认为，板块构造就像一个平衡系统，一处发生强震释放能量后，确实可能导致邻近板块应力重新分布，使得另一处地震发生的概率升高。一位地震专家举例说，就像土耳其大震后不久，台湾发生921，这种跨区域的时间接近未必是巧合。当然，目前科学对于精确预测地震时间尚无能为力，这些现象也可能只是统计上的随机巧合。但它提醒了我们一个事实，当周围地区地震频发时，我们更应提高警觉，因为下一个倒下的骨牌也许就是我们自己。从历史的角度看，台湾每一次大地震后都促使防灾意识和建筑规范的进步。921后，台湾全面检讨了建筑耐震标准，加速危险老旧建物的重建或补强，各级政府也制定了更完善的紧急应变机制与民众教育。然而时间久了，很多人难免松懈，甚至觉得大灾不会再来。但地质学家警告，台湾某些断层经过20多年再度进入能量积累饱和期，未来10年内发生强震的几率正在增加中。特别是都会区附近的断层，如台北盆地东缘的深层断层，或是宜兰近海的海沟地震源，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灾情。唯一能做的就是筹谋，减轻可能的损失。当我们把科学事实与神秘预言交织在一起看时，不难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理性与感性在此刻汇合，皆指向对未知灾难的焦虑。一方面，地震学告诉我们，台湾确实处在地质危险带上，近期全球的地壳异动也可能提高本区发生强震的几率。另一方面，命理从不同角度敲响警钟，无论是易经占卜的警示、梦境预知的惊人画面，还是星象风水的种种暗示，都让大众对未来几分忐忑。然而，我们需要理清的是，预言并非铁律，科学也非全知。预言的价值或许在于提醒与警惕，但不应取代理性的判断与准备。同样的，科学的谨慎态度让我们不至于陷入无谓恐慌，但科学家也承认，目前无法精准预震的时间地点，因此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在保持警觉的同时做好万全的准备。不管预言是否会成真，强化建筑结构，准备紧急避难计划，教育民众防灾知识，这些努力永远不会白费。与其沉迷于恐惧，不如化恐惧为力量，增进韧性。对台湾而言，眼下并非末日将临，而是一个呼唤我们居安思危的时刻。
那些古老的传说与现代的科学在2025年的交汇，或许只是巧合，也或许蕴含深意。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传达出一个相同的信息：珍惜当下，敬畏自然。大自然的力量远超人类想象。我们虽无法阻止地震的发生，但我们可以决定面对它时的态度。正如玄学中强调的天人合一，我们需与这片土地和谐共处，了解它的脾气，预做防范。也如科学所倡导的谦卑态度，承认我对地球了解有限，时刻准备最坏的打算。当下一次大地震来袭时，无论它是否正应了某位先知的预言，我们所能仰赖的还是彼此的守望相助与事先的防灾部署。愿预言只是虚惊一场，但我们已经汲取了教训；愿灾难终究没有降临，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让我们在科学与理性的指引下，在适度借鉴传统智慧的同时，踏实地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2025年，大地正在低语，我们无需恐惧这低语，但必须聆听其中的讯息。毕竟，真正决定命运的不是预言，也不是偶然，而是我们如何因应挑战，超越恐惧的智慧与勇气。让我们带着敬畏与准备，迎接未知的明天。大地虽会震动，人心可以稳固，灾难或许难免，但我们终将在风暴中站得更坚定。2025年真的会是世界末日吗？最近网络上流传着各种惊悚的消息。16世纪的预言大师诺查丹马斯似乎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看见了2025年的种种灾难。有人说他预言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有人说他提到了古老瘟疫卷土重来，甚至还有小行星撞击地球和水帝国崛起。这样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场景。一时间，2025年仿佛成了一张世界末日 bingo 卡，各种末日元素一个不落，听上去是不是让人既好奇又害怕？别急，咱们今天就来好好唠一唠，诺查丹马斯究竟是谁？他的预言从何而来？关于2025年末日的预言具体说了些什么？这些预言有没有可能用科学或历史来解释？我们也会探讨各种脑洞大开的阴谋论，以及站在不同角度的人都怎么来看待这些末日预测。最后再聊聊人类未来可能面临的真实危机。毕竟比起坐等预言成真，我们或许更该主动了解未来的挑战。就让我们开始这场横跨5个世纪的末日预言大探秘吧。我们得先认识一下这位预言界的顶流人物诺查丹马斯。诺查丹马斯可是16世纪法国的大红人，他生于1503年，卒于1566年，活跃在文艺复兴时期。别看他现在名气是预言家，其实人家正经职业是一名医生和占星家。医生加占星家的奇妙组合，在诺查丹马斯那个年代，医生有时候也研究星象，占星术被视为一门学问。诺查丹马斯早年行医，尤其在黑死病肆虐的时候，他走遍法国内外治疗瘟疫患者。据说他还有些防疫的小妙招，比如主张勤洗手和喝干净的水。在医学不发达的中世纪，这已经是很超前的卫生观念了。可惜他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却死于瘟疫，这给他的人生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经历了个人的悲剧后，诺查丹马斯逐渐把重心转向了星象研究，他也开始投入预言创作。据传他每天夜里会凝视星空沉思，或者望着一碗水冥想，试图从中获取对未来的灵感。1555年，诺查丹马斯出版了他最著名的预言集《百诗集》。别看名字朴素，内容可不简单。这本书里全是4行诗的预言，每4行一句，被称作4行诗。诺查丹马斯一共写了10个百诗卷，也就是所谓诸世纪，每卷理论上有100首4行诗。这些预言诗晦涩难懂，语言混杂了法语、拉丁语，还有些希腊语、西班牙语，单词甚至人名地名都用暗示或变体。他这么做，一来是增加神秘感，二来也有自我保护的原因。毕竟在宗教审判频繁的年代，预言未来可能被教会视为异端，所以诺查丹马斯故意写得云里雾里，不让人轻易看懂，这样就不至于给自己招来火刑之灾。预言的特点，诺查丹马斯的预言诗往往不直接点出年份，而是用星象、王国、动物等意象来暗示事件。他喜欢打比方和用典，比如用行星位置暗示时间，
或者用历史典故影射当代人物，这让预言看起来像一组谜题，后人要拼命对号入座才能解开。更绝的是，他有时候直接搞文字游戏，把名字颠倒或者变形。例如有一首诗写道 Pona Lauren， 看似莫名其妙，但有人发现把字母重新排列可以拼出 Napoleon Roy， 拿破仑国王。这不禁让人后背一凉，难道他真的预见到了拿破仑这个名字？又比如另一首诗提到 Hitler， 很多人联想到希特勒 Hitler。 虽然历史学家指出 Hitler 其实是多瑙河的古称，但支持者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他对希特勒的隐晦拼写。当代的网红预言家，别以为诺查丹马斯只是活跃在古代，他在近现代依然保持着超高热度，被誉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预言家之一。百事集自问事后持续畅销，全世界都有他的粉丝。每当历史上发生大事件，人们就喜欢翻出诺查丹马斯的诗句来对应。一些著名的应验案例包括法国国王之死，诺查丹马斯据说成功预言了当时法王亨利二世的死亡。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年轻的狮子将战胜年长的狮子，在单挑的战场上刺穿金龙中的双眼，前者的两伤变成后者的致命一击。1559年，亨利二世和年轻的蒙哥马利伯爵进行骑士比武，双方盾牌上都有狮子纹章，结果伯爵的长矛意外碎裂，一片木毛穿过亨利的头盔护面，就像金龙中的双眼，刺入眼睛，国王惨烈身亡。这情景与诗句惊人吻合，让诺查丹马斯一举成名，甚至亨利二世的王后都对他奉若神明。伦敦大火，1666年，伦敦发生大火灾，整座城市陷入火海。有人发现诺查丹马斯早就写道，正义之血将在伦敦犯下过错，20乘以3加上6，被雷火烧毁，古老的贵妇从高处坠下。这里的20乘以3加上6被理解为66，雷火被理解为雷一样迅猛的大火。古老的贵妇指伦敦这座古老城市。1666年，伦敦大火确实发生在这一年，很多教堂、贵妇般高贵的建筑被烧毁坍塌，这被粉丝视为又一神准预测。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也被认为在诺查丹马斯预言之中。他的一句诗写道，被压迫的人民高声歌唱，贵族豪门被囚禁于监牢。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巴黎群众唱着革命歌曲，攻占巴士底狱，贵族和国王纷纷被关，被推上断头台。这画面似乎与诗中场景颇为吻合，于是人们感叹诺查丹马斯早有预见。希特勒和二战，前面提到，诺氏诗文中的 Hitler 被许多人解读为希特勒。他还有诗句描述来自西欧腹地的卑微出身之子将用舌头诱惑庞大军团，他的声名越过欧洲，蔓延更远。希特勒出身平民，在演讲鼓动群众方面极具煽动性，发动了大规模侵略战争，把战火烧遍全欧乃至更远，听起来却有几分相似。此外，一具凶残的野兽渡过河流，大部分战场上将反对 Hitler 也被认为暗指二战时跨过多瑙河进攻的德军以及同盟国对抗希特勒。不过，怀疑论者则认为这些诗句其实可以指代很多战争和侵略者，并非希特勒独有，只是我们事后选择性的匹配了最著名的那个。911事件，2001年美国纽约世贸双子塔被恐怖袭击摧毁后，诺查丹马斯的名字又一次刷爆了网络。有段时间流传着所谓他关于纽约的预言，45度的天空将燃烧火焰逼近伟大的新城市，两只钢铁之鸟从天而降，城市瞬间被烈火吞噬。听起来像是在描述飞机撞击大楼的场景，不少人因此深信诺查丹马斯早就看到了911的发生。然而稍加考证就会发现，这段话其实是后人杜撰的山寨诺查丹马斯语录，有些词根本不在他原著里。真正接近的诗句是，天空在45度燃烧，大火逼近伟大的新城，即刻一场巨大的散落火焰腾起。支持者觉得45度指纽约所处纬度，新城指纽约，新城烈火纷飞，对应该事件。但经不起推敲的是，纽约的纬度并非45度，
而且诺查丹马斯原文并未提到双鸟或钢铁之类明显对应飞机的词语，所以很大一部分所谓诺查丹马斯命中注定的预言，其实是人们事后诸葛亮式的解读，甚至干脆是误传或伪造。由此可见，诺查丹马斯的预言既有让人拍案叫绝的巧合，也有很多牵强附会的附会。他的粉丝坚定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真本事，觉得诺查丹马斯有穿越时空的眼睛，看到了几百年后的事情。而怀疑者则认为，人类倾向于匹配偏见，也就是只关注那些看起来符合预言的事件，忽略不符合的。再加上这些诗本来就写得模棱两可，怎么解释都有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总能从他上百首诗里翻出几句对上的，当成他猜中了。这种神秘的预言文本就像一面魔镜，照出的其实是我们观察者自己的想象力和偏见。3797年的彩蛋，有趣的是，诺查丹马斯在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中提到，他的预言时间跨度一直延续到公元3797年。换句话说，在他的设定里，世界至少得撑到3797年才剧终。所以，如果真按诺查丹马斯本人的说法，2025年距离真正的世界末日还早得很哩。当然，这并不妨碍现代的人把某个具体年份描绘成末日，毕竟距离3797太过遥远。我们更关心眼下的风吹草动。聊完了诺查丹马斯奇人和预言的背景，我们终于可以聚焦到2025年。究竟为什么大家会说诺查丹马斯预言了2025年的世界末日呢？他在460多年前写下的诗句里又隐藏了哪些对2025年的暗示？这一部分我们就像解谜一样，把那些被解读为发生在2025年的预言内容逐一拆解出来。先说明一下，诺查丹马斯的诗并没有直接点名道姓2025年会如何如何，而是后人根据他的诗句内容和星象推算，把某些预言对应到了2025年。今年年初，不少西方媒体都报道了诺查丹马斯关于2025年的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预测。下面我们综合各方解读，把主要的几点整理出来，看完你就知道为啥听起来这么像末日大片了。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中经常出现战争的场景，而被解读为2025年的部分，首当其冲的就是战争。据说诺查丹马斯通过占星推算，认为2025年欧洲大陆将会爆发冲突，陷入无政府状态，整个欧洲成为混乱的中心。更具体一点的解读是，英国将深陷残酷的战争，而且这场冲突不仅限于英国本土，还会牵连整个欧洲乃至更广泛的地区。听起来有点像我们担心的第3次世界大战的节奏，对吧？更瘆人的是，诺查丹马斯预言英国遭遇战争的同时，还写到了古老的瘟疫会比敌人更可怕。这句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古老的瘟疫指什么？一般都解读为历史上曾造成巨大死亡的疾病，例如黑死病或者天花之类。考虑到诺查丹马斯本人经历过黑死病，他对瘟疫深有体会，所以在预言未来时，他很可能认为瘟疫这种东西还会卷土重来，而比敌人更可怕。这形容说明在战乱中肆虐的疾病，甚至比交战的军队造成的伤害还大。联想到近年的新冠疫情，以及过去战争中常伴随的瘟疫流行，比如一战末期的西班牙流感，这个预言情节完全符合灾难叠加的套路，战争和瘟疫双双降临，真可谓雪上加霜。那么问题来了，2025年欧洲真的可能发生战争吗？悲观的人可能会指出，目前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从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到其他地区的摩擦，确实让人担心大战扩大的可能性。如果这些冲突升级蔓延，诺查丹马斯笔下的欧洲混乱中心似乎并非不可想象。另外，英国卷入战争这一点，放在当前来看也不是没有根据。英国作为欧洲主要强国，北约成员，在近年的国际冲突中往往扮演积极角色。如果大战爆发，英国大概率跑不掉。所以有人认为诺查丹马斯只是恰巧预见了欧洲局势在21世纪20年代再度恶化，甚至不排除预示着一场全球规模的大战。不过也有稍微乐观一点的解读，有研究者发现诺查丹马斯的诗句中还有暗示，战争最终会因为资源耗尽而不得不停止。换言之，
他描述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以致交战各方弹尽粮绝，付不起军饷，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草草收场。如果把这个情节安在2025年，有人猜想也许意味着当前的冲突，比如俄乌战争，会拖个几年，到2025年左右，由于各方疲惫不堪而迎来结束。这听起来反而像好事，虽然过程很惨烈，但至少战争结束了。只是这个结束并非因为谈判成功或正义降临，而纯粹是打不动了，真是令人五味杂陈的画面。总之，在战争这一块，诺查丹马斯的2025预言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乱世图景。欧洲战火纷飞，秩序崩溃，英国首当其冲，战场上不仅有炮火，还有瘟疫横行。这已经相当末日化了，但还不止这些，接下来更刺激的还在后头。如前所述，诺查丹马斯在战争场景中提到了古老的瘟疫比敌人更糟糕，这被单独拎出来，成为2025年另一大预言要点。一场古老瘟疫将重现人间，很多媒体用词都很吓人，说什么古老瘟疫卷土重来，数百万人将死亡。那么我们不禁想问，会是哪种瘟疫？什么时候爆发？是否真有这样的迹象？诺查丹马斯的原话很简短，但把时间背景放在战乱年代，令人联想到可能的疾病包括鼠疫、霍乱这些过去的大杀器，也有人泛指可能是另一场全球大流行病。毕竟刚经历过新冠疫情的人类对于瘟疫重来深有感触，一些阴谋论者甚至进一步联想，说不会是新冠的更致命变种或者其他病毒又来了吧。每当有这种惊悚预言，难免有人开始脑补生化危机的情节。从科学角度看，古老瘟疫复苏并非完全不可能。举2个现实中的例子。其一，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一些永久冻土开始融化，科学家担心埋藏在冻土里的古代病原体可能重新释放出来，万一有对人类有害的，那就相当于开了潘多拉魔盒。其二，人类对抗传染病的武器抗生素正面临耐药性难题，一些过去被我们控制的疾病可能因为细菌耐药而卷土重来，变得难以治疗。还有一种古老瘟疫，可能是指已经在人间消失的疾病被故意或意外释放，例如天花病毒曾被销毁，但仍存于实验室，假如发生生物安全事故就糟糕了。听起来很阴暗，但这确实是流行病学家讨论过的场景。当然，诺查丹马斯的粉丝在谈这个预言时，未必深究是哪种病，他们强调的是瘟疫的影响会比战争造成更多死亡和恐慌，这倒是贴近历史规律。往往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差，疾病更容易传播，伤亡甚至超过战火本身。如果2025年真有大规模战争伴随疫情，那的确离世界末日就不远了，至少对当事人来说是生不如死的景象。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常被拿来和诺查丹马斯相提并论的传奇预言家盲眼龙婆巴巴万加巴巴汪嘎也有对于2025年的瘟疫预言。据传，巴巴万加说过，2025年会出现一种致命病毒，让人瞬间老化，甚至人类灭绝之类的说法。这些未证实的传闻常常被媒体混在一起报道，使得2025年的疫情预言更加扑朔迷离。无论如何，战争加瘟疫的双重威胁足够骇人，我们只希望现实不会走上那条路吧。除了人祸，诺查丹马斯的2025预言套餐里还有天灾加码，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可能性。许多文章标题都直接蹦出小行星碰撞来吓人。据说诺查丹马斯在诗中预言了天空中将出现爆炸，一个巨大的火球将坠向地球。有人解读，这就是在形容小行星或彗星撞击所产生的火光和爆炸场面。其实诺查丹马斯对于天体的预言由来已久，他最著名的一首诗曾写道：1999年7月，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战争之神借机统治四方。当年很多人担心1999年会有彗星撞地球或者其他毁灭性天灾，现在轮到2025年，小行星撞击的传言再次盛行。科学界确实一直在关注近地小行星的威胁，例如那颗名叫阿波菲斯的近地小行星，曾被认为有可能在2029年或2036年撞击地球，引发广泛讨论。
虽然后来的观测排除了这几年的碰撞可能，但不排除更远的未来有风险。诺查丹马斯的信徒或许觉得他在预言中看到了某个时刻天外来客对地球的袭击，而2025年前后正是人类应该提防的时候。除了小行星，预言里还提到了天空中的爆炸，这可能暗示的不仅是天体撞击，也可能是人类自身制造的灾祸，比如核武器的爆炸在空中形成蘑菇云，或者太空中的卫星武器引发的事故等等。不过主流的解读还是偏向自然天体，说白了就是陨石雨，或者一颗大型陨石坠落。这种灾难在影视作品里很常见，诺查丹马斯的诗句则给了它一层神秘色彩。火山与地震，有些解读提到，诺查丹马斯预言了火山爆发和地震等地质灾害，特别点明南美洲的巴西会遭殃。为何是巴西呢？原来诺查丹马斯的一句诗被认为描述了南美洲的景象：世界的花园靠近新城，在空洞的群山之路上将被占领，沉入浴盆，被迫饮下硫磺毒水。这段话听起来挺玄乎，但世界的花园被解读为拥有亚马逊雨林的巴西，地球上生物最丰富的花园，而新城可能指巴西利亚，巴西的新首都，或者南美洲的新兴都市。空洞的群山则被认为是火山。沉入浴盆仿佛形容洪水泛滥，硫磺毒水又让人联想到火山喷发导致的酸雨或水源污染。所以综合起来，大家觉得诺查丹马斯在暗示南美将发生火山喷发和大洪水。气候变化被视为背后的推手，因为气候异常可能导致极端降雨引发洪灾，而火山喷发则算是自然周期，但预言文章里也硬把它和气候变化挂钩。总之，这幅图景就是巴西等地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土地被淹没污染，这也对应了某种末日场面，一方水土寸草不生，人间乐园变成地狱。诺查丹马斯曾在多首预言诗里提到地震，虽然没明确说2025年有大地震，但不少解读喜欢在每年展望时都把可能的大地震归到他的头上。比如有人声称他预言加利福尼亚将有特大地震，或者意大利维苏威火山将再度猛烈喷发，这些其实在历史上隔三差五总会发生，所以把它列入预言清单并不奇怪。只是当这些都堆在2025这一年，就显得格外骇人，难不成天地同时发威？在2025年的诺查丹马斯预言合集里，有一个很有诗意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词——水帝国。据说诺老先生预言道，诸帝国将倾覆，新一轮的浪潮将主宰，来自海洋领域的水之帝国将崛起。听起来像是奇幻小说里的场景，海洋之王登场，建立水下王国。但大多数解读者认为这是一种隐喻，指的是海洋将吞噬陆地，换言之，可能是全球洪水或者海平面上升导致大范围淹没，海洋变成主宰一切的帝国。这其实契合当今最迫切的环境议题之一——气候变化。全球气温升高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沿海地区被淹没的威胁越来越真实。如果21世纪人类不积极应对，未来某个时候真的可能出现水淹大地的惨状。诺查丹马斯当然不可能具体知道气候变暖的科学原理，但他生活的16世纪正值小冰河期的开始，气候波动剧烈，对农业和社会影响深远。他可能意识到气候和人类兴衰有巨大关联，所以在预言未来时，把洪水滔天也算进了可能的末日场景。水帝国还有另一层含义的猜想，有些脑洞更大的阴谋论者认为，这指的是某个来自海上的强大政权将在2025年左右崛起，取代现有的大国。他们甚至联想到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觉得是不是诺查丹马斯暗示海底文明重见天日云云。这听起来过于天马行空了，基本属于幻想范畴，全当笑谈即可。主流还是把水帝国理解为气候灾难引发的全球洪涝，或者海洋生态的巨变。说到气候，诺查丹马斯的诗里还有一句提到，干涸的大地将更加干燥，随后将有特大洪水。这似乎描述了一种极端气候下旱涝急转的景象，先是严重干旱，然后又是毁灭性洪水。现代气候科学恰好指出，全球变暖会带来极端天气增多，很多地区可能面临旱季更旱、雨季更涝的情况。
这不禁让人再次感叹，诺查丹马斯的想象力还真和实际问题给对上了。当然，他当年很可能是受圣经创世纪大洪水故事影响，再结合自己对自然的观察，推演出未来也许由此劫难。综上所述，诺查丹马斯被解读为对2025年的核心预言，包括战争与无序、瘟疫肆虐、天体撞击、火山洪水等天灾频发，仿佛每一样都够人类喝一壶。如果这些全部叠加发生，别说世界末日，起码也是人间炼狱级别的灾年了。难怪一些媒体干脆用2025末日来形容它的预言内容。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可怕的预言，我们应不应该当真？他们有没有更合理的解释？接下来，我们就换个角度，探究预言背后的科学与历史。面对诺查丹马斯这张末日清单，我们不妨冷静下来想想，这位16世纪的人是怎么预知这么多未来灾难的？难道他真有超自然的通灵能力，可以看到数百年后的情景？还是说，这一切其实有迹可循，可以用更接地气的方法来解释？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尝试剖析诺查丹马斯预言的成因，包括他所运用的知识、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后世人们是如何一步步将他的文字嫁接到现实事件上的。首先，诺查丹马斯并非信口胡诌，他所处的时代，占星术是一门正儿八经的学问，甚至被认为是科学的一部分。诺查丹马斯精通占星，他预测未来很大程度上是靠观测天象星轨，并推演出某些周期性的规律，例如不同行星的汇合周期、日月食的周期等。通过研究星象在历史上对应的事件，他可能相信当星象重现时，类似的事件也会重演。这有点类似于农民历根据月亮和节气推算天气，只不过诺查丹马斯把尺度放大到了社会和战争层面。举个例子，他或许注意到，当土星进入某个星座时，历史上曾发生大战，于是预言下次土星再走到那个位置又会有大战。这听上去很玄，但实际有人一直在做类似的研究。诺查丹马斯就是依据这种思路做宏大的推算。当然，他也未必每次都准，但他的文字只要写得足够模糊，就算不准，后人也看不出来，不是吗？除了星象，诺查丹马斯预言的内容也深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16世纪欧洲并不太平，有宗教改革引发的教派冲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欧的扩张威胁，各国内部的权力斗争等等。诺查丹马斯生活的法国就在暗流汹涌之中，他自然能感觉到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所以他预言未来有战争乱世，其实很符合当时人的普遍担忧。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大型战争隔了1个多世纪才在欧洲爆发，如30年战争，随后几百年、几次欧陆大战，以及20世纪2次世界大战那么夸张。但无论如何，战争总会发生，几乎是个显而易见的趋势。他预言战乱并不奇怪，瘟疫也是如此。黑死病在14世纪杀死了欧洲1/3人口，诺查丹马斯所在的16世纪仍不时爆发局部瘟疫。他本人亲历家人被瘟疫夺走性命，这种创伤在他脑中投下的阴影或许永久存在，所以他写到未来瘟疫再临，其实更像是在说瘟疫迟早还会来。以史为鉴，这也没错。后来17世纪伦敦的大瘟疫，19世纪全球多次霍乱流行，20世纪流感大流行，都印证了瘟疫反复出现的历史规律。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诺查丹马斯并非真的看到了2025的新疫情，而是凭经验觉得未来某年会有大瘟疫，只是现代人对号入座选了2025而已。再看自然灾害方面，诺查丹马斯时代的人对天象灾异十分敏感，彗星一出现就被解读为不祥之兆。当时的天文学已经能够粗略预计一些日食、月食和行星运行，但对彗星、小行星这些则毫无预警能力。所以如果诺查丹马斯在夜空里看到过明亮的彗星掠过，他可能会认为未来还会有更可怕的天降之物，于是他的诗里经常提及火星降临、天空降下火等等。后来人们将这些词联系到陨石撞地球，是因为现代人才真正了解到陨石撞击的威胁。诺查丹马斯本人可能没具体想到撞击这种场景，但他觉察到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会带来毁灭。古人传说的天火
上帝震怒，降下硫磺火雨等等，都属于同类想象。总之，他把各种可能的自然灾害元素都预备上了，有火、陨石或火山，有水、洪灾，有地动山摇、地震火山，这些灾难古今皆有，预言到未来也不稀奇。说了这么多预言和解释，让我们回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就算不考虑诺查丹马斯，人类未来究竟可能面对哪些真实的全球性危机？毕竟预言中的许多灾难元素并非无中生有，而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潜在风险。与其纠结预言准不准，我们不如正视这些危机本身，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去避免最坏的结局。大型战争，尤其是核战争，无疑是人类文明最大的威胁之一。自二战以来，人类一直在核阴影下生活。虽然冷战结束一度让人乐观，认为大战不在，但近年大国关系的紧张和局部战争的频发提醒我们，战争远未成为历史。2025年前后，国际冲突有可能升级，引发地区乃至更广泛的战事。这并非杞人忧天，当前世界上有多处火药桶，东欧的战争尚未平息，中东和台海等地也存在潜在冲突风险。如果任何一处失控，都可能牵连多国介入。现代战争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有核大国直接交战，使用核武的可能性就存在。而哪怕只是一枚核弹爆炸，都足以造成惨烈的人道灾难和持久的环境影响，更别提大规模核冲突可能造成核冬天，那真的接近世界末日的景象了。诺查丹马斯当年预言战争的杀伤靠的是刀剑炮火，他无法想象核武的威力，但如果他的末日愿景成真，很大概率就是核冲突导致的。防止大战和核战需要全人类的理智和合作，国际社会已经有一些框架，比如核不扩散条约、军备控制谈判等，目的就是降低毁灭性冲突的风险。未来的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地处理国与国的关系，运用外交、对话去化解矛盾。如果真要避免预言中的人类自相残杀、满目疮痍，别无他法，唯有和平合作之路。换言之，末日预言可以当警钟，但改变命运还得靠我们自己。经历了 COVID-19， 新一代的人类彻底明白了大规模传染病的威力。一场病毒疫情就能夺去数百万生命，瘫痪全球经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历史上比这更可怕的瘟疫也出现过多次。未来大流行病依旧是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面临的生物威胁有很多种，可能是自然界现有病毒的变异，如流感病毒变异出高致死、高传播的新毒株，也可能是动物病毒跨物种传染，比如冠状病毒从野生动物跳到人，甚至还可能是人工合成或泄露的病原体。诺查丹马斯所谓古老瘟疫，完全可能以新面貌再次出现，比如鼠疫菌仍然存在于自然宿主中，万一环境变化或生物战，旧病也许会成新灾。还有很现实的问题是抗生素耐药性，这被称为潜伏的流行病，一些细菌逐渐对所有抗生素免疫，一旦广泛传播，我们可能回到抗生素问世前的无药可用时代。许多常见感染都致命，这比起病毒来甚至更阴狠。应对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加强，包括疾病监测网络要更敏锐，能早期发现异常疫情，各国要在信息共享上透明合作，不能像最初那样各自为政甚至隐瞒，研发更广谱的疫苗和药物，为未知病源提前做准备，规范科研和实验室安全，防范人为因素引发灾难。总之，科学和医药是我们抵御瘟疫的盾牌，预言给出的只是恐惧，我们则要用行动织密防护网，尽量避免让未来的疫情达到预言中那种末日规模。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危机，而且会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加剧。全球平均气温不断上升，极端天气频率和强度都在提高。诺查丹马斯诗中的洪水、干旱、饥荒，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真实。海平面上升威胁着沿海上亿人口居住的城市和岛国，高温干旱导致农作物欠收，森林野火肆虐，超级风暴和暴雨则引发严重洪涝和山体滑坡。2025年虽然未必就是临界点，但科学家警告，若不及时减排行动，
21世纪中后期将难以逆转很多恶劣趋势。气候变化还可能带来连锁反应，冰川融化、释放甲烷加速变暖、洋流紊乱影响气候带分布、生态系统崩溃导致物种大量灭绝等等。这些变化不一定突然爆发，却会逐步将人类推向资源紧缺和生存压力巨大的境地。历史上因气候变迁导致的文明崩溃已有先例。现代社会虽然科技更先进，但规模更庞大，依赖的资源系统更复杂。一旦某个关键环节断裂，例如全球粮食供应链遭极端气候重创，也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诺查丹马斯强调的帝国倾覆、饥荒、瘟疫，完全可能是气候灾难引发的一系列人道危机的综合表现。我们并非对此束手无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共识。巴黎协议等国际合作旨在将全球变暖控制在较安全的范围内。各国在推进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我们也在努力适应，如修筑更好的防洪设施、改良作物品种、抗旱抗涝、预警系统保护、疫灾人群等等。这场仗很艰难，因为它需要全球几十年如一日的合作努力。但只要方向正确，我们仍有希望避免水帝国式的极端结局。未来的人类或许会生活在一个气候更恶劣的地球上，但通过智慧和协调，仍能维持文明运转，不至于陷入末日绝境。谈到末日，不得不提一种低概率但高毁灭性的事件：小行星或彗星撞击地球。地质历史上曾发生过小行星撞击导致恐龙灭绝的事件。现代科学确认，那是一颗约10公里宽的小行星撞击，造成了天翻地覆的气候巨变。虽然这种级别的撞击数千万年才可能有一次，但较小规模的撞击在更短的时间尺度内就有一定几率发生。好消息是，人类已经意识到这个威胁，并开展了近地天体监测计划。NASA 等机构不断扫描太空，追踪那些轨道可能与地球相交的天体。目前已知的大型近地天体都暂时没有撞击地球的风险，但还有未知的天体可能在路上，因此我们需要继续监测。更重要的是，今年人类开始尝试主动行星防御。2022年 NASA 的 DART 任务成功撞击偏转了一颗小行星的轨道，证明了我们有能力改变小行星运行。这意味着，如果提前多年发现来袭天体，我们有可能采取措施推开它，避免撞击。虽然这一切技术仍在早期阶段，但至少我们不再像恐龙那样只能干等着被撞。诺查丹马斯时代的人无法防范天灾，只能求诸神明或听天由命，而现代文明已经具备一定的改天能力。无论是地球气候还是太空访客，我们都在尝试掌控局面。当然，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需要全球合作、科技投入以及对未知风险的重视。不管预言怎么说，我们都应该未雨绸缪，不能等真的看到火球划过天际才后悔。回顾诺查丹马斯关于2025年的世界末日预言，我们经历了一场穿越历史与现实的头脑风暴。从他神秘莫测的诗句到现代人赋予他的种种含义，我们既看到了人类对于末日的恐惧，也看到了理性之光如何解析这些恐惧。那么2025年真会是世界末日吗？极大概率不是，至少照目前迹象，还没有哪个灾难已经确定将在那一年把人类一笔勾销。诺查丹马斯当年的预言也未必特指这一年就是终结时刻，更何况他自己说预言到3797年呢。大部分关于2025末日的说法，归根结底是现代人对他诗句的一种诠释，一种投射我们当下担忧的方式。预言本身并不能决定未来，它既不会让战争必然发生，也不会凭空召来陨石。未来握在我们人类自己手中。这并不是说诺查丹马斯的预言就毫无意义，恰恰相反，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审视人类所走的道路。预言罗列的那些灾难，其实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当前世界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地缘政治冲突、公共卫生漏洞、环境危机，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需要我们正视和努力解决。如果听了预言能促使更多人关注这些议题，防患于未然，那么预言某种程度上也发挥了警示作用。正如有人所说，预言的目的也许不是让你坐以待毙，而是提醒你采取行动。另一方面，
我们也从诺查丹马斯的传奇看到，人类对未知的未来总怀有好奇与不安，这种情绪催生了各种预言、大师和理论，从古至今如此，将来或许也不会停止。当2025年过去，不管有没有发生那些预言中的事件，人们可能又会将目光投向下一个年份、下一个预言。与其不断寻找新的诺查丹马斯，不如明白预言终究是人写的，人类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书写者。或许最好的心态是，既不盲信，也不盲目否定。对末日预言，我们可以抱以兴趣，以讨论，但不必恐慌失措。对现实风险，我们要严肃对待，积极应对，而不是把希望或责任推给预言或超自然。正如一位科学家幽默地说的，与其担心世界末日，不如多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意思是，在宏大的末日命题前，我们更应该做好当下每一步，把现实问题解决好，末日自然不会轻易到来。最后，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想象，假如时间穿越，诺查丹马斯真的来到了2025年，看见我们如此热烈地讨论他的预言，不知他作何感想。也许他会神秘一笑，说，我只是写下了一些可能性，你们不必过于执着。又或者，他会为人类在科学和文明上取得的进步感到惊讶，毕竟我们已经破解了那么多自然奥秘，甚至找出了可能避免灾难的方法。如果这位老先生有幽默感，他可能还会松一口气，幸好你们没把我说的都照做，世界还在。无论如何，2025年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预言也好，事实也罢，我们终将见证。希望当这一年过去，我们回头再看诺查丹马斯的诗篇时，能够淡定地说一句，幸亏世界还好好的转着，我们又躲过了一次末日。更希望我们从这些预言和讨论中汲取了一点智慧，在面对未来的风雨时，多一份从容和准备。正所谓，谨慎对待末日预言，勇敢创造人类未来。毕竟，最精彩的剧本不在于预言如何写下，而在于我们如何谱写自己的历史。感谢您的陪伴聆听，让我们以理性之光照亮未知，以乐观之心迎接未来。2025年会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但也一定蕴含着希望与机遇。世界末日也许只是一个传说，而人类的故事还将继续书写下去。让我们共同期待并努力，创造一个比预言中更美好的未来。埃隆·马斯克这个名字几乎和未来划上了等号，他既是一位大胆预言未来的科技狂人，也是一位行为怪诞的现实人物。在2025年，马斯克又抛出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最新预言，描绘了未来5年、10年、20年内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同时，他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举动，以及在特斯拉和 SpaceX 做出的出人意料的决定，也引发了全世界的好奇和争议。马斯克一直声称自己有一个火星梦，希望在人类有生之年把我们送上火星，甚至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成为多星球物种。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确实如此，但马斯克可不是光说不做的人。过去几年，他的 SpaceX 公司一直在疯狂研发下一代超重型火箭 Starship。 这种不锈钢巨无霸看上去像科幻电影里的飞船，但它真切地存在于德克萨斯的发射基地上。马斯克预言，在未来5年内，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星舰把第一批货物送上火星，甚至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2029年前后，人类就将首次踏上火星的红色土地。在踏上火星之前，人类或许会先重返月球，为火星之旅做好准备。 SpaceX 已经赢得美国航天局的合同，最快将在2025年用星舰帮助 NASA 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南极，执行阿尔忒弥斯登月任务。这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首次重返月球，标志着太空探索的新篇章，也为未来登陆火星积累经验。与此同时，马斯克还支持民间的太空旅行计划。日本企业家前泽有作购买了星舰的绕月飞行服务，准备带领一群艺术家来一次亲爱的月球之旅。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普通公民乘坐星舰飞出地球，引领一场新的登月热潮。这些壮举不仅会点燃公众对太空的激情，也是对星舰运载能力的绝佳测试。伪将来载人火星，任务铺平道路。说回火星本身，马斯克的时间表的确非常激进。按照他的设想，大概5到10年内，
我们就能把人送到火星去打个酱油了。当然，乐观如马斯克也承认，这个计划存在巨大的挑战，可能会拖到2031年甚至更晚。但无论如何，他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未来10年，人类或许真的能在另一个星球插上旗帜，来一次现实版的火星救援。不过这回不是救人，而是去开创新家园。那么再往后20年呢？马斯克更是放出了豪言，到2050年之前，他要在火星建起一座可自给自足的城市，目标是100万火星居民。这数字听着像天方夜谭，但背后其实有一套硬核计算。SpaceX 计划打造上千艘星舰，每艘都能装载上百人和大量物资，通过地球与火星之间每隔26个月一次的发射窗口，不断运送人类和装备上火星。按照他的剧本，2040年代，我们将在火星上看到一个渐具规模的殖民地雏形，或许有温室农场、氧气制造设备、地下栖息舱等等基础设施。试想一下，到2045年，我们身边可能就有人定居在火星，每天早上不是看地球的天气预报，而是关注火星晨报动态，这场景够魔幻吧？当然，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技术攻克和资金支持都跟得上。马斯克的乐观向来超标，业内人士戏称他的时间表总是比现实快好几年。毕竟，火箭爆炸、宇航员辐射防护、火星极端环境，每一项都是横亘在面前的大难题。但不可否认，马斯克已经把原本只属于科幻的火星计划硬生生拉进了现实的讨论范围。就拿一个著名例子来说，他曾在一次火箭测试中把自己的特斯拉跑车当作载荷送上了太空。没错，就是那辆红色跑车，如今正沿日心轨道飞向火星方向。这个听起来疯狂又浪漫的举动，既是宣传噱头，更是对 SpaceX 火箭运力的绝佳展示。马斯克用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去火星不再只是纸上谈兵。更有意思的是，马斯克为了表示自己对火星移民的决心，还真的卖掉了自己几乎所有的豪宅，搬进德州发射场附近一栋简陋的小房子里住。身价几百亿美元的世界首富过起了蜗居生活，只为表明自己心无旁骛的要把火星计划进行到底。这操作让很多人直呼看不懂，但在马斯克看来，这恰恰证明了他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表示，希望自己将来能死在火星上，当然前提是不要死在着陆的时候。听上去有点黑色幽默，但也折射出他对太空探索的狂热与执着。总之，在太空探索这一块，马斯克给未来20年的关键词就是火星，火星，还是火星。未来5到10年，我们拭目以待人类首次登陆火星的历史时刻。未来20年，我们或许真有机会见证一个崭新的火星文明萌芽。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马斯克和他那支疯狂而勇敢的团队夜以继日的努力。现在，火箭已经点火，我们就等着看他把人类的梦想送上九霄云外，直火星了。再来说说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这是马斯克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领域。马斯克对 AI 的看法可谓复杂，一方面他投资创立了 OpenAI， 推动 AI 发展，另一方面他又多次警告 AI 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终结者。你没听错，这位乐观的科技狂人其实也是 AI 威胁论的支持者。他曾形容研发超级智能 AI 就像是在召唤恶魔，让不少工程师听了后背发凉。最近，马斯克更在访谈中预测，可能在1-2年内， AI 的智力就会超过地球上最聪明的人类。到2029年前后， AI 的总体智能甚至可能超越全人类的总和。这听起来像科幻灾难片的情节吧？马斯克还补充说，他估计 AI 导致人类灭亡的概率概有 20%， 意思是还有 80% 的几率大家可以相安无事。这样的安慰恐怕很难让人真正安心。其实，马斯克早年创立 OpenAI 就是希望推动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发展。然而由于理念不合和人手分配的问题，他在2018年退出了 OpenAI 的管理。眼看着 OpenAI 开发的 ChatGPT 等 AI 技术在全球爆红，马斯克一方面感叹 AI 进步太快，超出预期，另一方面也对 OpenAI 从非盈利转为商业公司颇有微词。
担心其偏离了初心。这种矛盾心态促使他今年亲自下场再创业，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XAI， 号称要打造出真相之 AI， 以确保人工智能朝着对人类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被少数科技巨头垄断控制。那么，马斯克自己给出的 AI 时代生存之道是什么？难道是坐以待毙，等着 AI 收割人类吗？当然不，他给出的答案是，人类必须与 AI 结合，形成共生关系。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动画《宫壳机动队》里的场景，而马斯克正在用他的另一家公司 Neuralink 尝试将其变为现实。Neuralink 专攻脑机接口技术，简单说就是把高科技电极芯片植入人脑，让人脑能够直接和电脑交流。马斯克相信，通过这种技术，人类未来可以提升自身认知能力，直接用意念控制电脑和机械，甚至可以把记忆像文件一样存储和回放。更疯狂的是，他曾大胆展望，也许再过10年，人类用嘴巴说话这种传统交流方式都会变得多余，因为到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可以心灵传输想法了。语言将成为可选项，嫌打字说话慢的话，直接把脑中的想法上传给对方就行，是不是又便利又诡异？当然，实现脑机接口的道路绝不平坦。Neuralink 自成立以来遇到了不少技术和伦理挑战，要在大脑中安全植入上千根微电极，读取海量信号，工程难度极高，而且涉及对人脑动手术，监管部门的审批也异常严格。马斯克一向乐观，他原计划在2020年前后就开始人体试验，但进度一再推迟，直到最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才终于批准 Neuralink 进行首次人体临床试验。这意味着未来5年内，我们很可能见到第一批志愿者脑中植入芯片，用它来治疗瘫痪、失明等重大神经疾病。想象一下，也许到2030年，当你走进医院，医生问你的不再是吃药还是打针，而是要不要装个芯片。这画风转变够劲爆吧？值得一提的是， Neuralink 团队此前已经在动物身上进行了不少神奇的实验。例如，他们曾发布一段视频，一只猴子在大脑植入芯片后，能够用意念玩一款简单的乒乓球电子游戏，Pong，没有用手，纯靠脑讯号就把光标操作的有模有样，令观众目瞪口呆。还有几头小猪也接受了芯片植入，通过实时监测它们的神经活动，科研人员可以读取到猪在活动时大脑发出的信号。这些实验让人大开眼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关于动物福利的讨论。不过总体而言，他们证明了脑机接口的潜力，大脑和机器的连接真的有可能实现，科幻正在变成现实。再往后10年，假如一切顺利，脑机接口或许不再只用于治疗疾病，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也可能选择植入芯片来增强记忆力，提升计算和沟通效率。到那时候，和 AI 连上脑的人类或许真的会出现。2035年的职场没准会流行这样一种新技能，脑内谷歌搜索，开会时别人还在苦思冥想，你已经闭目凝神，用意识上网查完了资料答案。甚至你可以把所见所闻直接录下来，存在云端，想重温某段记忆时，就像播放录像一样清晰。听上去很科幻，但别忘了，20年前如果有人跟你说手机可以刷脸支付、视频通话，你可能也觉得是天方夜谭呢。20年后的脑机接口会不会像如今的智能手机一样无处不在？马斯克的预言给了我们一个大胆的想象空间。聊到这儿，不得不八卦一下马斯克本人的神操作。这位老兄对科技的狂热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给孩子起名字都透着工程师风格。他一个名字是 Z12， 活脱脱像一串密码。后来他解释说，这名字中 A 代表人工智能的符号缩写， A12 是他喜欢的一款侦察机型号。怎么样，这名字够硬核吧？难怪网友吐槽，这是娃还是产品型号？马斯克用这种方式昭示了他对 AI 和科技的痴迷，连孩子名字都不放过。除此之外，他在社交媒体上也经常语出惊人，一会儿危言耸听地说 AI 要毁灭世界，一会儿又自信满满地表示要造出善良的 AI 来守护人类。他折腾来折腾去，干脆自己搞了个新公司 XAI， 显然要在现实中上演一出 AI 大战。这一连串骚操作仿佛在演科技连续剧，
但背后折射的却是马斯克对人工智能未来走向的深度参与感和紧迫感。总而言之，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方面，马斯克描绘的未来图景既令人向往，又让人担忧。一方面，再过5到10年，我们可能用科技手段治愈许多曾经无法医治的疾病，让瘫痪的人重新行走，让失明的人重见光明。另一方面，再过20年，我们自己说不定都变成半人半机器的存在，每个人脑袋里都有个 AI 助手，随时待命。这种未来，光是想想就令人五味杂陈，既为人类潜能的延展而兴奋，又为人与机器界限的模糊而不安。但无论如何，马斯克作为引领者，已经在奋力把人类往这个方向带。他的怪诞言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不断提醒我们，未来正在加速逼近，我们最好做好准备。接下来看看地球上的另一场重大变革——能源革命和电动车普及。这可是马斯克这些年亲手推动的一场产业革命。10几年前，电动车还被很多人当成笑话，认为不靠谱，跑不远又昂贵。但如今，马斯克的特斯拉已经把电动车开到了世界各地。在马斯克眼中，未来5年内，电动车将彻底从小众新潮变成大街标配。他曾预言，到了2020年代末，也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节点，电动车的价格会逐步降到足以与汽油车竞争的水平，甚至更加便宜。随着电池技术改进和规模效应显现，买电动车将不再是有钱人的炫耀，而会成为一种经济实惠的理性选择。事实也似乎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如今几乎所有大牌汽车厂商都启动了电动化转型，就连曾经质疑电动车的业内老炮们，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时代的车轮正在转向电驱动。可以说，马斯克当年的疯狂赌注，如今确实引领了整个汽车行业的变革潮流。值得一提的是，马斯克甚至做出过一个商业史上罕见的举动，他公开了特斯拉的所有电动车专利，允许其他公司免费使用这些技术。试问哪家汽车巨头舍得无偿分享自己的核心专利？但马斯克就敢这么干，因为相比独占市场，他更希望全行业齐心协力加速淘汰燃油车，实现可持续能源的共同目标。不仅如此，马斯克还放话说，再过10年，新生产的汽车将清一色都是无人驾驶的电动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2035年左右，你去汽车 4S 店买新车，可能买不到需要人来开的传统汽油车了，他们要么已经停产，要么被博物馆收藏了。这听起来很夸张，但想想看，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已经立法，计划在2035年前禁止销售燃油车。技术上，特斯拉等公司也在日夜攻关自动驾驶软件。马斯克每隔一段时间就兴致勃勃地宣布全自动驾驶功能就要来了。虽然 flag 立了无数次，又倒了无数次，大家都打趣他又割了，但不可否认，自动驾驶确实一年比一年更强。也许再过5年，开车上班会变成一种选择，而非必须。人类可以彻底从通勤驾驶中解放出来。马斯克甚至畅想过，当自动驾驶真正成熟后，你的特斯拉汽车白天载你上班，夜晚闲着也是闲着，就会自动出门跑车当机器人出租车赚钱。也就是说，汽车未来不光是代步工具，还是能帮你躺赚的资产。这个听上去近乎异想天开的点子，是他在2019年提出的。当时不少人以为他又在吹牛，然而谁知道再过10年，他会不会成为现实呢？没准有一天，你一觉醒来，发现停车场里的爱车在夜里自己接了好几单生意，为你赚了一笔早餐钱。再展望远一点，马斯克干脆预言，20年后，传统汽油车就跟现在的马车一个地位，只存在于爱好者的收藏和展览中了。也就是说，到2040年代中期，马路上跑的几乎清一色都是电动汽车，而烧油的老爷车只能偶尔在周末被怀旧的人牵出来溜溜。想象一下，2045年的某个周末，你看到有人开着一辆复古的汽油车缓缓驶过，小朋友好奇的围观，哇，那是烧汽油的吗？好古老哟！这幅画面是不是很有趣？到了那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恐怕也真切体会到什么叫时代变了。当然，要让满街的车都电动化，能源供给也得革新。电动车多了，
需要的电从哪儿来？马斯克很早就在特斯拉的蓝图里考虑了这一点。清洁能源，他推动的不只是电动车，还有太阳能发电和电池储能技术。未来10年，我们有望看到屋顶太阳能板和家用蓄电池像当年的智能手机一样普及开来，每家每户自己发电自己存电，用不完的还能卖给电网。不仅汽车告别汽油，连家庭用电都可以告别对煤炭和天然气的依赖，这才是真正的能源革命。马斯克曾经说过，只要建造足够多的电池工厂和太阳能设施，人类完全能够摆脱化石燃料。听上去很宏伟，但特斯拉确实在这么干。他们在全球布局超级工厂生产电池，并建设大型储能电站。比如在澳大利亚，马斯克有一次因为当地频繁停电的问题，在推特上立下豪言，我100天内帮你建好一个巨型电池厂，超时就分文不取。结果他真的在限期内搞定了，让澳洲人刮目相看。这故事是不是很燃？这就是马斯克式的担当，嘴上像开玩笑，但行动上当真去干，而且干成了。除了地面上的革命，马斯克还把目光投向更科幻的领域。你可能听说过特斯拉正在开发人形机器人，代号 Optimus。这乍看跟电动车关系不大，但在马斯克眼里，这正是能源与 AI 结合的新产物。未来的工厂里，这种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停工作，而他们消耗的只是清洁电力和少量维护。马斯克甚至打趣说，特斯拉最终的产品形态也许不是车，而是机器人。想象20年后，每家每户都可能有一个特斯拉机器人帮你做家务、送货。当这些繁重工作都交给电力驱动的智能机械，人类的劳动模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说到这里，又该聊聊马斯克那些传奇般的操作了。作为特斯拉的老板，他的行事风格和一般企业高管截然不同。别的车企老总西装笔挺，谨言慎行，他倒好，上台发布新车敢当众尬舞。记得有次在中国上海的交付仪式上，马斯克兴之所至，跳起了即兴热舞，把现场和网友都逗乐了。这一幕也让大家见识到，这位老兄真是想干嘛就干嘛，丝毫不按常规出牌。还有发布 Cybertruck 电动皮卡的时候，他吹嘘车窗的防弹玻璃如何结实，结果现场测试时玻璃却意外裂了，场面一度十分尴尬。然而马斯克事后只是哈哈一笑，在推特上幽默自嘲了一番。没想到这次砸车事件反而为 Cybertruck 赚足了眼球，你说这算失误还是另类的成功？马斯克的这些出格行为往往继承了娱乐新闻，又免费给他的产品做了广告。更绝的是，他几乎不花钱做传统广告，却能让特斯拉频频霸占媒体头条。这靠的是什么？正是他本人自带的流量体质和话题热度。无论是跑到脱口秀里大口抽大麻雪茄，还是每天在推特上和网友唠嗑，回复车主提问，马斯克用他特立独行的方式打造出一种亦正亦邪的个人形象。结果特斯拉省下了天价广告费，把钱投入研发，反倒在技术上一路领先。这种营销和研发两手抓的骚操作，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说，在能源和交通领域，马斯克不仅用技术改变世界，也用他的个人魅力改变着大众对技术的看法。他把本来枯燥冷冰冰的电池、电机话题玩出了腥味和趣味，吸引无数年轻人为之入迷，并投身这个行业。他的预言描绘了一个接近新能源乌托邦的未来，天上太阳能，地上电动车，工厂里机器人干活，我们人类则可以有更多时间享受创造。而他本人就像这场革命的带头大哥，一边撸起袖子埋头苦干，一边又不忘跳支舞发个推特，时时刻刻把大家的胃口吊得足足的。聊了这么多，相信你也看出来了，马斯克就像是站在未来和现在之间的那个人，一只脚迈向科幻，一只脚扎在现实。他的那些预言听上去玄乎其玄，5年、10年、20年后的世界要大变样，但别忘了，这些预言背后，他可都在玩命实干。从火星、火箭到脑机芯片，再到电动车和机器人，每一个领域他都有公司在冲锋陷阵。马斯克把大胆的想法化为了实际的路线图，然后甩给工程师团队一句话：去实现它。当然，
实现的时间经常一拖再拖，可目标始终没变过。有人说马斯克是天才，也有人说他是疯狂的投机者。可不管怎么看，马斯克确实用他的言行影响和改变着世界走向。他的怪诞行为有时候让人哭笑不得，有时候又发人深省。比如他竟豪掷400多亿美元收购了一家社交媒体，接着把那个小蓝鸟标志改成字母 X， 宣称要打造一个无所不包的超级应用。一时间大家都以为他在胡闹，毕竟好端端的一个社交平台被他折腾得乌烟瘴气。然而站在马斯克的视角，这或许是他未来布局的一部分，一个融合社交、支付、AI 的全球性网络雏形。再比如他时不时在推特上兴之所至换个狗头标志，或者深夜发些耐人寻味的迷幻推文，看起来不务正业，但也因此不断把公众的目光吸引到他新的议题上。可以说，马斯克喜欢用出其不意的方式制造话题，为的也是给自己的梦想项目铺路。他的这些出格举动，表面上是在博眼球，实际上背后往往藏着战略考量。不管是为了激励团队，还是为了引起公众对某项技术的关注，他喜欢在社交媒体和公开场合放飞自我，结果反而让更多普通人开始讨论火星移民、AI 威胁、电动车革命这些原本高冷的话题。马斯克用个人魅力为科技争取来了流量和关注度。当然，预言终归是预言，未来5年、10年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人100%说得准。马斯克的很多时间表可能又要跳票，我们也许等不到他描绘的所有场景按时到来。不过没关系，重要的是有人愿意为这些宏大的目标去拼一把。正因为有马斯克这样心比天高的人物存在，我们才多了几分看到科幻成真的可能。不管你是崇拜他也好，质疑他也罢，至少有一件事毋庸置疑，和这样充满戏剧性的人物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注定不会无聊。马斯克把原本死板的科技新闻变成了一出接一出的连续剧，让我们对未来多了一份好奇和期待。展望未来，或许我们真的正在见证历史的转折，那些看似遥远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举个例子，2029年，也许我们将看到宇航员踏上火星，在红色星球插下第一面人类的旗帜。再比如2035年，可能会有瘫痪患者通过脑机接口重新站起来，或普通人借助芯片与 AI 助手心有灵犀的交流工作。到了2045年，最后一家加油站关闭，公路上清一色都是电动车。我们甚至会怀念当年汽车引擎的轰鸣声。这些如今听来遥远又疯狂的场景，说不定真的都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出现。当那一天来到时，你大概会想起马斯克当年的种种预言，然后感叹一句，这个疯子居然真的说对了。当然，如果他哪天跑出来说要在火星上举办演唱会，我们也千万别惊讶，毕竟对马斯克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好了，今天的未来畅想就到这里。马斯克的最新预言和那些奇葩举动，我们算是替大家拆解分析了一番。至于他预测的这些东西能否在5年、10年、20年内变成现实，就让时间去检验吧。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已经踏上了这趟通往未来的旅程。正如马斯克喜欢引用的一句话，让未来值得我们为之兴奋。希望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普通人的生活都能变得更加美好，这或许才是预言背后的终极意义。